兄弟们，Hello，热刺圈一播的，晚上播的。Hello。这场我想不到多特怎么赢啊，恩里克教我的。对，我给你拿水，兄弟们，拿水啊！Hello， 兄弟们啊，我没想怎么说啊，但恩里克教会了我啊，这个比赛还能这么踢。晚上好，兄弟们，晚上好。恩里克昨天那有点离谱了啊！晚上播切尔西跟热刺这比赛播的啊，在这个3路啊，晚上3路啊，有画面的。反正我都后悔熬夜，我去啊！哎，朗尼克怎么也续约了呀？怎么拜仁一请谁就续约呢？都害怕，主要是都觉得这个，主要是都觉得拜仁可能这个管理层不太好伺候啊，是吧？我感觉拜仁的管理层对图赫尔和纳格尔斯曼这两个，还有弗里克啊，特别是图赫尔跟纳格尔斯曼啊，这两个事情啊处理上，感觉不是特别的尊重教练员吧？啊，让教练员可能现在对他们这个岗位啊有些许的这种叫做心理阴影啊。要不然怎么这是找谁都不来呢？啊，这也有说法。简单，兄弟们，很多人现在都说厄德高比巅峰德布劳内强，真的吗？巅峰王主席比巅峰德布劳内强是真的啊！现在的厄德高是没有巅峰德布劳内强的，有一讲义是这样，对吧？你如果说拼技战术能力啊，现如今巅峰的厄德高跟德布劳内相比，不管是进攻、防守、推进啊、创造力、传球。包括呢，这个1对1能力，包括得分能力啊，包括回追能力啊，都有所差距啊。但是呢，巅峰王储其实要比巅峰德布劳内强的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可能说的啊，有些许的错误吧啊，些许错误啊，不够严谨啊，兄弟们，点赞，一人1个赞啊，一人1个赞。厄德高呢，胜在现如今有一个非常好的内部之灾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传递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叫做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是这个东西德布劳内都不缺呀。那但是德布劳内有的呢，巅峰的德布劳内有的呢，厄德高是没有的。巅峰德布劳内拥有的身体素质、推进、爆发力啊，包括他偏前卫出身的，是吧？防守能力、对抗能力啊，这些东西呢，厄德高跟他相比要稍微差这么一丢丢啊，要差这么一丢丢，兄弟们没毛病吧？啊，体格子厄德高确实没有德布劳内强啊。阿萨球迷都不敢这么说，那就是踹子，点赞兄弟们，点赞啊！竟然真让桑乔踢出来了，该怎么向上面交代？桑乔昨天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啊，传球失误也很高啊，但是毕竟呢，他是顶着滕哈格这个光环出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在后续呢，过了美国门斯一次下底传中之后啊，表现的就开始神勇了啊，开始像魔术师约翰逊一样了，我去，在进击之前连续摆活、拿球、转身、向前啊等等各方面是吧，非常的精彩。所以我觉得桑乔呢，其实这个球员呢，他的绝对速度不够快，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他不适合一个反击球队。就比如这个球队是，比如举个例子啊，像打转换啊、打反击啊，桑乔不太合适。桑乔还是适合去那种能持球的，有球权，他脚下不丢球
对吧？然后找找节奏，给你来两下，变化变化啊。桑乔还是没问题，桑乔还是没问题啊。桑乔这个球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球员了。现在的风评突然变好了，昨天评分9.3分，单次突破成功率。桑乔昨天一场球过了12次人，欧冠半决赛，是吧？然后安东尼整个赛季过了26次人，那还是安东尼赢啊？黑子黑什么？那不还是安东尼赢了吗？我也不知道黑怎么黑什么，对吧？你巅峰的，你说昨天桑乔爆发了，一场比赛才过12次人，安东尼整个赛季过了26次人，不还高你14次吗？你叫什么？不赢了吗？对吧？26大于14啊，26大于14，这用说嘛？所以大部分人啊，已经黑魔怔了啊，已经是对自己的这个叫做这个，已经是对曼联这个仇恨啊，可能是啊，让他有黑魔怔，你知道吧？啊，觉得有道理，兄弟们，51个赞啊，觉得有道理的51个赞啊，赢了，主要是有饭吃。多特食堂，我还记得多特蒙德发那个什么大口吃饭，香到舔手指，太糟了。但多特明年也不会买断他呀，说这么说，多特蒙德明年会买断吗？也不会买断，玩嘴的，多特也就是多特啊，也是玩嘴的啊。安东尼一个赛季，我看他数据啊，好像是过了26次人。安东尼搜一下，应该是啊，我记得我看的是这样的。你看安东尼数据，这上没有，我上在哪看的数据？反正一个赛季过了这个本赛季过了26个人，啊，赛季27场出场，赛季出场27次，首发出场14次，1球1助攻。赛季总出场36次，首发20次，3球2助攻，6张黄牌。3球2助攻，6张黄牌。啊，联赛出场27次，首发14场，啊，1球1助攻啊，安东尼。我人高层青山雨，谁还有梦想？我看啊，拜仁这也就剩一个名帅了吧？现在是不是市场上是不是还有只剩一个名帅了？啊，拜仁球迷应该是的啊，应该。现在整个足球市场好像只有一个穆里尼奥还没上岗，好像是这样的啊。你看，图赫尔是走的，对吧？哈维啊，弗里克跟你们不要啊，然后孔蒂啊，还有孔蒂，对吧？孔蒂，齐达内拜仁不知道怎么说啊，还剩齐达内、孔蒂和穆里尼奥。是吧？哈维留下了，图赫尔是从尼斯这儿走的，弗里克跟这个五老星长老有矛盾，德尔比续约了，还有一波特，啊，还有一波特，勒夫不带德国队啊，勒夫不愿意带德国境内的队伍，勒夫自己讲的，他说他是德国国家队的教练员，他带国内的球队感觉不太对劲，他不愿意带国内的球队。啊，所以说勒夫应该是不可能啊，勒夫是不可能的。他自己讲他自己不带国内球队的，啊，也有这么几个人了，你看还能选谁呗？孔蒂适合拜仁吗？八竿打到一块去，选孔蒂也不用图赫尔的，对吧？孔蒂完全不合适啊，孔蒂不合适的情况下，穆里尼奥合适吗？穆里尼奥也不合适，八竿打到一块去，弗里克不愿意用，也就齐达内了，啊，也就齐达内。齐达内如果能去的话，如果没有齐达内，我有一教练员可以推荐。这个教练员呢，在英超堪比朗尼克。就朗尼克是我觉得曼联最菜的教练员，啊，那个教练员呢，他2进攻3进攻是我觉得就是我兄弟最菜的教练员，啊，这个人教练叫什么？叫兰帕德，啊，兰帕德就是我兄弟切尔西最菜的球员，啊，最菜教练员，啊，他那2进攻3进攻他妈闹麻了，真是闹麻了，啊，离谱啊，就是非常离谱啊，所以说我建议啊，兰帕德或许可以尝试一下啊，看能不能激活一下拜仁的中场，啊，能不能激活一下拜仁中场。啊，兰帕德那个有点离谱啊，塞尔兹亚也可以啊，要不然就是这个劳恩啊，我现在给这个恩里克给他起名叫劳恩啊，为什么叫劳恩呢？他很像那个，真太像了，他昨天
赛后啊，记者发布会啊，其实在这个拷问恩里克，就拷问恩里克，那记者就是已经是蹬鼻子上脸就开始问他了，说不这么问恩里克的，问他什么呢？说恩子，你为什么要让登贝莱踢前腰呢？啊，大概这个意思啊。啊，恩里克讲说，我准备让登贝莱去，说我安排我安排登贝莱踢前腰，是为了让登贝莱去防守埃姆雷詹。他说他安排登贝莱，就是你说一个球队，你说你这也算是一顶级边前卫了吧，是吧？啊，他说我安排登贝莱去踢前腰，是为了让他去防守埃姆雷詹。我看完他这个采访，我觉得这哥们儿真是就不怕说你这个没想法，就怕你想法太多了，知道吧？他是为了让就是人家多特蒙德按理讲是应该多特发愁怎么防你，而不是你发愁怎么防人家。你用登贝莱防了埃姆雷詹，那你登贝莱不也废了吗？你用一个进攻强于防守的球员去废掉一个防守强于进攻的球员，你不脑子进水了吗？哎，我说这话，我觉得你们觉得有道理吗？就是明明你是一个进攻强于防守的球员，应该是别人来跟你对子儿，是吧？哎，但是你呢，让一个进攻强于防守球员去防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哦，确实也是对的，确实，哎。也是对的，确实，对吧？哎，对上了，我去啊！长对短，短对长，长短短对短长，对上了啊！等于号，哎，对，也对上了啊！关键是你也没防住啊！长就不还是打一个沃尔格鲁格吗？业余啊，真是业余，我觉得真是业余。然后他又解释什么不用中锋什么的，他就解释什么而且我就想，昨天评论区我看的最傻的那个最二胡懒的那种评论啊，就那种云球迷、战报球迷、激进球迷啊，下午一起床我一看评论区，我就想笑啊。他来解说，看样子王楚奇真不懂球，说让姆巴佩踢边锋再上一中锋，那岂不是两个人都不防守，不要被别人打烂啊？当时我是懒得理他，我想问一句，那法国队岂不是小组赛都进不了级啊？那 MSN 那不得西甲倒数第一啊？那 BBC 那不得这个西甲不也得是天天降级啊？是吧？那曼城还踢个锤子，利物浦踢个锤子都解散算了啊！照你这么讲，说我再上一中锋上一边锋，两个人不防守还怎么踢？那就解散了，别踢了。那法国队倒数第一，那英格兰也倒数第一。哎呦，真是离谱！我看到这些评论，我都觉得真是离谱，真离谱啊！真离谱啊！还有啊，你们这些咱这看在这个直播间有偷梗的，偷哥们解说梗的，下次注明好不好啊？如果你们不注明，在那么小铺上面什么乱发，人家说我抄你们，倒反天罡了，记住是你们抄的我。最后天天有人说我他妈抄文案，结果都是我这个解说的时候随口而出的这个句子，让你们抄到小铺评论上去了，最后弄成我抄你们，我抄你们了，啊，真搞这是。下一个啊，能不能夸金边桥也是英国人员？金边桥长得很有特色，金边桥是天包地啊，天包地，就是这一点就证明了他这个球员还是有一定天赋的啊，天包地。对吧？天包地证明什么？证明他是有着极强的野心和就是他的极限是天空。你地包天是吧？就是你是地包天保下限，天包地保上限嘛，对吧？加纳乔在这个层面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加纳乔啊，他是这个叫做天包地啊，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天包地啊，天包地什么叫天包地？都知道什么叫地包天吧？地包天什么意思？地包天是这样叫地包天，对，就是下高于这个地包天，天包地是加纳乔是这样的，加纳乔天包地啊，还是金边桥是桑乔嘛？金边桥现在是桑乔了吗？不是这个加纳乔了那版本更新了是吧？啊，金边桥是桑乔是吧？啊，铜雀不语腾开遍。这个春风不与桐开遍啊，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二乔一个是加纳乔，一个是桑乔，是吧？这个
桑乔呢，昨天踢的确实很好啊，主要是他是能踢逆足，他是能踢顺球边锋，他的传球很有美感。桑乔这一点跟别的球员有个区别，就他的传球很有美感。哎，他原地摆怪，我突然从你的中间突然给你插过去，这两下子有点东西的，这有点东西的。我觉得仅从这两下来看啊，他这个水平啊，在边前卫，在右边前，而且现在右边前卫普遍稀少，对吧？我们去想想，现如今你真是右边前卫能踢好的、能有作用的都不多，右边前卫啊，所以说这个球员还是能卖个7、8千万的吧？我觉得多特蒙德或者是皇马啊、曼城可以考虑7千万。你们都说他好，进边了都，那不得花钱？也不求你像花 C 罗那么多钱，对吧？你就整个这个叫做1200、5、6千万、7、8千万的这么好的球员不买吗？不抢吗？那么从这个曼联7、8千万买走就是了，这么好，天都说好，曼联不要啊，曼联说可以卖的，有没有人要的？要7、8千万弄走算了，5、6千万，对吧？你看，你说好。都能金边桥，用魔术师是吧？结果呢，我让你们主队买，你又不买，你又让跟我锁死，那你什么意思呢？桑乔在曼联身价就4千万啊，看看今年能不能卖掉。又跟我说你呢，其可否评价奥利赛感觉比桑乔强？奥利赛比桑乔快呀，奥利赛比桑乔快。奥利赛这个球员呢，我觉得他在这个右边前卫的位置上，现如今还真炙手可热啊，但是身价很高，可能要买他的8、9千万。奥利赛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呢他脆，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强队买这种球员，真是要豪门买这种球员，真是要非常的谨慎。一个脆皮边前卫，你说你关键特别是豪门要让踢3线、4线作战啊，不一定好使。但是我觉得这个球员还是蛮好的。我建议曼联可以考虑的奥利赛啊，有突破能力啊，有突击，有突破啊，这个水平各方面啊绝对没毛病啊。凯文德·布劳内说：“他们电池评价巴尔韦德客战曼城，此生最累比赛。国外很多媒体称曼皇2回合最精彩，激战术很高。对呀，我不一直讲的吗？曼城跟皇马这场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是曼城的打得很好，曼城其实踢得很好。”除了关键球员发挥之外啊，曼城的压制力、统治力和破坏能力，以及呢对于皇马整个阵容的牵制，以及对于他阵容的撕扯和撕裂，是曼城。我觉得啊，曼城打客场，曼城主场打皇马那场球没赢，对吧？客场3比3，那都是呈现球。主场打皇马那场比赛没赢，但是却是曼城今年打所有的强队中表现最好的一场球啊，因为对手也不一样，对吧？你比如说曼城今年，你看他踢利物浦有点乱，踢阿森纳踢的也不好。踢这个曼联嘛，曼联今年算是这个送温暖了，是吧？送温暖了，所以说就相对来讲呢，曼城踢皇马2回合啊，倒是打出了他自己觉得东西，特别在主场啊。但是毕竟对手是皇马啊，皇马呢就是这个世界上除了皇马，没有人能扛住曼城的120分钟。其实皇马球迷也会发现啊，就是你们踢完拜仁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曼城是这么强，对吧？就是你在客场踢拜仁和你在客场踢曼城，你就会发现啊，实话实讲啊，就是哎呦我去。曼城是真强，对吧？曼城是真强啊，就是你感觉有对比。你打曼城的时候，我觉得啊，皇马球迷无时无刻的内心当中啊，都感觉很煎熬，每时每秒感觉都是有可能被进球的，不停的被压迫，不停的被压制，包括皇马的边后卫和边前卫，通通都站在自己禁区里。但是打拜仁是能顶出去的。我觉得曼城跟皇马那场比赛确实是现如今技战术最高的一场球了，特别是在曼城这么发挥的情况下啊，皇马能顶住啊，就是属于矛盾之争啊，矛盾之中。维科状元恩佐从他面吃，其哈兰德也干了。其哈兰德拍的部落冲突的广告有一个小精灵拿动了他的奖杯，是不是在暗示什么？那是明示，那是暗示吗？证明芬兰人也干了，部落冲突是芬兰的游戏，是吧？这还好，我还好，我最近不玩游戏啊，兄弟们，跟我没关系啊，那是明示啊，那不是暗示，好，那这玩意儿傻子都知道它什么意思呀，那都明示的啊，那明示，它不是给你暗示啊，这是有意想意，但是跟我没关系，兄弟们啊，我说这话跟我没关系啊，我说的是这个，我解释是这个叫做部落冲突是明示，我没说我明示，我说的是他明示，他们的问题与我无关啊。
啊，就是我给你解读一下这个广子的事情，部落冲突的事情啊，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关系啊。那个确实是看得很明显，那太明显了，我就有一讲义，真明显啊，真明显啊。IOMB 送3面值啊，多特全队上下对桑乔提供满格情绪价值，他这是士为知己者死，别的队没这种说明书。桑乔在多特租借过去之后踢的真的很好吗？我看了他的比赛，我觉得呢，只跟在曼联水平差不多吧，但这场球属于爆种啊，这场球属于爆种了，有一讲义。但是我感觉桑乔在这个曼联的表现，在这个多特表现，整体来看没有说是回到他巅峰的水平。你看今年数据，12场10首发，进两球1助，是吧？2球1助，然后这个助攻只有1个，关键球有20次，传球成功有23次，我觉得还行吧。我个人感觉今天就是说是找他在曼联状态差不多，只是说有球踢，身价现在只剩2500万欧了，桑乔，啊，桑乔的身价只剩2500万欧了。德川，你是不是你疯了？酒足饭饱任我狂，何人不识桑球王？赢。谁不买谁狗？好吧，曼城、皇马啊，我看联军主力基本上是以曼城、皇马、多特、拜仁是吧？这个利物浦为主啊，谁不买谁狗？好吧啊。竞价拍卖，好吧，谁不买谁狗啊？谁不买谁狗啊？不买谁不买谁狗？好，别光租。云华明媚送3面值。其埃里克是要整死姆巴佩吗？联赛整活，欧冠还整，归下轮去当守门员吗？太痛苦了，求安慰，求安慰。哎，姆巴佩还行吧，最起码没让踢前腰。就昨天这个比赛踢完之后，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啊，姆巴佩踢中锋我已经在我意料之中了，因为啊，埃里克他的这些操作啊，我都习惯了，就明白吗？就我已经就是那种，就我已经就是怎么跟你们说呢？就我已经习惯了他就是日常的整活。就在我昨天的战术预测里。我觉得姆巴佩踢中锋，巴尔克劳踢左路啊，右边路是登贝莱啊，然后呢最多最恶心点就是中场法比安·鲁伊斯继续上，后边上个贝拉尔多。我是万万没想到，贝拉尔多也上了，法比安·鲁伊斯也上了，好，姆巴佩也踢中锋了，登贝莱还能踢前腰，我天！哎呦我去！哎呦我去！我昨天看到这个阵容我就讲了，我昨天看到这个阵容我就讲了，我说这埃里克这要是赢了，这就是对足球的不尊重。真的对足球的不尊重，登贝莱能踢前腰啊？登贝莱哪个技术动作让你有误会？他能踢前腰啊？他的颠球都不会颠啊，他那接球一停，比张宁停都远，是吧？我昨天记得有个镜头，那就球一个反击打到登贝莱一停他妈都5米远啊，张宁停3米，他停5米。你是吧？他哪个技术动作让你觉得他能踢前腰啊？是吧？那姆巴佩嘛，你在左边路一个立柱，一个立柱，一个妙传，不让踢边路，让在中路，当然在中路给人传球。我跟你讲，巴黎昨天上半场有一个镜头就非常离谱啊！上半场有一个什么镜头非常离谱？就是姆巴佩分给登贝莱。身后球，登贝莱没追上，但是如果是登贝莱传给姆巴佩呢？姆巴佩应该是那个跑的人，不是那个传的人呀。我说有道理吧？啊，那些说这个什么姆巴佩不防守就还必须踢中锋的人，你是晕，而且晕到家了。你的这种晕啊，已经是就是
如这个有点叫做就是白云压城城影摧啊，你那个云啊已经是能把比如把城压摧了啊，你把这城给压垮压烂，为什么呢？因为姆巴佩踢边锋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在法国队他就踢边锋，他打阿根廷帽子戏法，他打英格兰2-1，那为什么打法国队行，对吧？为什么？而且当时这个梅姆皇马踢巴黎首回合，梅西右边，姆巴佩左边，中锋当时用的谁？梅西踢中路，左边姆巴佩，右边路用的是迪玛利亚，2-1，姆巴佩左路一条边给他爆完。哎，我也不知道你们在，我也不知道这怎么云来的。而且姆巴佩昨天不防守吗？姆巴佩昨天反抢，多太积极了，那就咔咔抢。昨天有看球的吗？姆巴佩是不是咔咔抢在前场，咔咔防守，是吧？啊，昨天他防了呀，所以说这个恩里克说是把登贝莱弄过来去防这个什么埃布雷詹，什么业余业余，姆巴佩昨天是反正我觉得我这个一般情况呢，你如果隐身我都骂，都喷的。但昨天确实没隐身，昨天看我真是，这两个队必须都有一个进决赛吗？我希望曼城进决赛，好吧？不然有阿森纳，那不行，巴塞罗那也可以，我不想看他们俩踢决赛。昨天看了20分钟，我想问，这比赛必须得有一个队进决赛吗？这两队的球，那讲两队那非收获性失误，就是欧冠半决赛了，没人抢吗？界外踢啊！那拉什拉夫朝队友传中解围，阿什拉嘣一脚，差点干自己门里去了。互相传球，我传给你，你传给我，你这球你欧冠半决赛，曼联去感觉都能踢一踢。我感觉曼联去都感觉曼联去都能踢一踢，有一说一。下一个这个看 K 怎么送你呢？有没有可能原卖不出去，下赛季成队内第一射手？安东尼啊，安东尼要队内第一射手，我就加盟英超。安东尼这辈子不可能进球成为最佳射手，他连中超都当不了最佳射手。安东尼的射门非常的娇柔非常的温柔那个温柔的歌怎么唱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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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是这么唱来是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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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眼中是这么唱安东尼踢球非常的温柔，不敢发力他怕把对手这个感觉好像是怕把对手踢坏掉，非常温柔，是吧？这不敢使劲他这个突破速度对吧？包括他的射门这一下只会推射，没有冲击说这个球员，我觉得他不可能成为最佳射手凯文送3电池，评价德国教父、高位压迫创始人、克洛普祖师爷，瓜里让3分，哪位留下了？打脸幽默好内斯。评价德国教父、高位压迫创始人、克洛普祖师爷，瓜里让3分，那位留下了。我跟你讲教练员这个岗位很多时候他都会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教练员为什么呢？因为教练都知道这工作很难干，而且呢，大部分教练员呢都对这个互相之间对对手的这个叫做能力有了解的。那么你像朗尼克跟图赫尔又认识，是吧？图赫尔在拜仁天天为好内斯天天讽来讽去，玩来玩去，弄来弄去，天天胡扯八周的，他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什么情况那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不，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去。我在奥地利多舒服，爽爽歪歪的，每天对吧，吃点巧克力过好日子，我非到你拜仁受您的鸟气。所以讲朗尼克呢，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选的是正确的拜仁慕尼黑这水不是这么好趟的。这个世界上有能力带拜仁慕尼黑这个球队的，有能力的不一定能对得上好内斯这味儿这脾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吴老星呢，他特别希望那种听话的主教练，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一个顶级主帅肯定有脾气，这是100%的啊。你类似于孔蒂是吧，天天骂老板，骂队员，穆里尼奥是吧，挂掉了。你包括齐达内，齐达内都2度辞职啊，对吧？你包括你一看，现如今唯一一个可能脾气相对较小，给啥干啥的就是安切洛蒂。但是安切洛蒂呢，你拜仁没用不是不行吗？安切洛蒂啊，你拜仁不是配不上吗？啊，但是你看你现在中间有谁呢？是不是啊？啊，没人了呀。波切蒂诺，天意之秋送了300电池，实在不行欧冠改双败赛制吧，曼城和巴萨踢复活赛，看好曼城1串4夺冠 ，CD， 这100%的。我跟你讲啊，要是有复活赛，曼城真夺冠，我操！啊，我感觉不是曼城啊，不说曼城，我感觉你真是把这个上半区的阿森纳放到下半区来，我感觉阿森纳能进决赛。巴黎这个队呢是每次自己给自己挖坑，是吧？然后呢，这个坑挖有点大啊。我感觉阿森纳来跟多特踢一踢，以阿森纳的水平，跟多特应该是5-5开，甚至5.5开有可能啊，真有机会啊！阿森纳啊，有机会进决赛啊。多特昨天踢得好吗？昨天你别晕，不要当战报球迷、评分球迷，是吧？一看评分，我操，都是高分，踢得好啊！一看什么罗伊斯啊、桑乔，我去评分啊，都是满分。啊，什么这个安布雷詹、菲尔克鲁格，你真看了球的多特昨天踢得好吗？对吧？踢的确实不行啊，多特昨天，那你跟前队跟上场比赛相比，差距真的很大。只能讲，对于他自己来讲是可以的啊，对于他自己来讲是可以的。哎，你看评分，罗伊斯啊都很高，我去。上次那谁听雨之又点醒了我，说现如今球迷有一部分还有评分球迷，我一听他妈太对劲了，我去，评分球迷太对劲了啊！下一个啊，这个山南怎么评价索博斯洛伊的高开低走？索博斯洛伊高开低走是跟利物浦整个球队有关系啊！你利物浦现在整个球队不就高开低走吗？你这不能全把锅甩索博斯洛伊身上。那萨拉赫是不是高开低走？我就问你，克洛普是不是高开低走？范戴克是不是高开低走？是吧？这个除了麦卡利特之外啊，罗布逊是有伤，谁不是高开低走呢？努涅斯也是高开低走啊，所以说基本上啊，所有的高开低走啊，基本上所有的高开低走啊，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是这么觉得啊。感谢 LEA 送的老母主播，感谢啊。而且索博斯利因的这个球员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工兵化球员，他不是一个顶级天赋球员，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理解啊。就这种工兵化球员，本身他的水平和实力，还有他一直以来表现出的这种特质，他都不是说那种就是你给我一个怎么样，我一个人怎么样啊，本来就是要跟附庸于球队之上的啊，索博斯利啊。下一个啊，潘大送300电池，为什么桑乔、萨比策这种我魔不要的废品却能踢上欧冠半决赛？这是否说明欧冠含金量不足？确实不足，不如足总杯一根。我有讲义，我说欧冠半决赛这水平不如足总杯一根啊！真，所以说我一讲，我说足总杯冠军现在来看的话，不一定比欧冠4强的含金量差。你看桑乔这种在曼联都吃不上饭的，天天跟青训级训练的球员，萨比斯这种完全2000万、1000万都不考虑买单的球员，我都不要。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水平不行啊，确实踢不了英超啊。但是你看他确实能在欧冠半决赛中评分最高，证明欧冠半决赛这个质量也就那样吧啊，就那样吧啊，不如足总杯决赛一根啊，不如足总杯决赛一根啊，足总杯决赛冠军强于欧冠4强啊，没问题吧，潘大？没问题吧？我觉得大部分球迷应该都能门儿清啊，你要别晕，看着比赛看的啊，门儿清啊。下一个啊，这个随性啊，下一个啊，这叫做凯恩。曼城下窗买谁卖谁，桑乔卖吗？桑乔就是曼城走的，当时好像桑乔在曼城，据说风评还不是很好。你们说你们曼城那边说他训练不认真，说是啊，我看过这个相关报道啊，真实性有待考量啊，但是我看过相关报道，他就是曼城青训走的。那么这个球员呢，如果说卖不卖，曼联肯定想卖啊，4-5千万，我觉得能卖掉就算不错了啊。曼城下窗买吉马良斯，
帕奎塔、威尔茨、巴雷拉，是吧？弗林彭啊，完事儿。罢训是吧？桑乔罢训，不接瓜迪奥拉电话，这么牛逼吗？还有人敢不接瓜迪奥拉电话的？真有这么牛的一人吗？桑乔，我去，这么猛啊！他是我偶像啊！桑乔，他是我偶像，从今天开始啊，从今天开始，桑乔是我偶像。我去，有人敢不接瓜迪奥拉电话的？罢训也不接瓜迪奥拉电话，太有点牛逼啊！有点牛逼啊！我也敢不接啊！昨天晚上我看到一电话打进来，我不知道是谁的，有可能瓜迪奥拉的，有可能是的啊！那么我就没接啊，影响我休息了，管你天王老子不接啊，不接啊！下一个下一个小甜菜德容爱送的锦囊啊！科曼下课评价荷兰新出的小将都不用，都去替补。科曼下课评价荷兰新出的小将都不用，都去替补。科曼下课评价荷兰新出的小将都不用，都去替补。欧洲杯比赛快开始了，肯定不要老用小孩啊！为什么要用小孩？欧洲杯那是欧洲杯，欧洲杯知道吗？在英语里边它叫欧洲杯，水平很高的，而且要成绩，不是你培养人的地方。你练人嘛，你可以联赛里练，可以友谊赛里练，怎么能在欧洲杯上练兵呢？是吧？所以说，科曼肯定，但是科曼肯定带的不如范加尔好啊！所以说你这个在欧洲杯上肯定还是以老同志为主啊，范戴克是吧？包括这种你像曼城拉克、德里赫特啊，你包括这个叫做你像太老就不能用了啊。然后中场的德容，对吧？德容，然后。前场的哈维西蒙斯这么打就完事儿了。本来荷兰锋线不行，他不用他就只能用点这个小年轻啊。范戴克不年轻了，30岁还不老啊。范戴克是年龄时期起来了。范戴克跟瓦拉内同龄人，范戴克啊，只是瓦拉内未老先衰。我去，瓦拉内真服了他了。瓦拉内这哥们感觉是不是跟鲁尼一样啊？有点怪癖啊。哎，他怎么老这么快呢？他才多大？瓦拉内才30岁。才30岁，瓦拉内才30岁，哎，感觉是未老先衰，我去，整个人感觉就不行了，哎，这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跟你讲，皇马这个地方吸血，博纳乌吸血，博纳乌给他吸干了，博纳乌，是吧？博纳乌给他吸了啊，博纳乌，看都怪皇马，赶紧 KK 送的汉流加倍。总之，博纳乌走了之后就有点问题了。博纳乌，哎，感觉他现在确实是，哎，说实话啊，能力呢，他要是特别专注呢，还是世界顶级水平。但是我感觉他就有一种35岁的感觉，瓦拉内从皇马走那一年应该就有点下滑，我没记错的话啊，当年应该就有一定下滑了。所以说皇马才卖的啊，皇马愿意卖都有点小问题。卡塞米罗是主动走的，卡塞米罗当时还是巅峰，他从皇马走呢，是因为皇马买了楚阿梅尼，卡塞米罗觉得自己位置受到了这个叫做威胁，所以说呢，在曼联联系他之后，他主动离开了皇马，那么皇马把他卖了。瓦拉内好像确实是有点毛病。这主播满口跑火车，胡说八道哦。拜拜。下一个啊，这个下一个，凯恩不拿冠军不改名啊，不改名送的锦囊啊，这个战什么金什么出列，还有感觉萨内真不如科曼一根啊。萨内呢，这个球员啊，我去，他踢得好的时候真好，萨内。就是他虽然踢得好的时候很少，但是他踢得好真好，但他下限也真低，我去，他经常就萨内给人一种什么味儿呢？就这个球员的感觉是随心而行，就有点像亚索，就是亚索知道吗？就是有点亚索，还有他有遇到一个特别会玩的，今天状态很好是吧？他给你啪穿来覆去啊，这个对线什么这么打团过去各种奇迹，要打得不好就送0-10都可能。
对吧？啊，是不是叫亚索？我想萨内真挺像亚索那味儿，那就是他要踢得不好就托儿所啊，打得好那就是对吧？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那种水平啊，亚索，随心而动，我去，真是这种啊，真是这种回事啊！他就感觉这心态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破防。下一个，隆中的馈赠所3点池，盘点一下球场润滑剂 TOP 5。什么叫润滑剂啊？就是像克罗斯这种，啊，克洛斯这种，布斯克斯这种，是吧？你要说这种类型的润滑剂，那么皮尔洛，对吧？皮尔洛，啊，克罗斯、布斯克茨以中场为主，啊，皮尔洛、克罗斯，啊，布斯克茨，是吧？你像，然后包括中场的话，那么还有什么？还有切尔西当时的这个若日尼奥，但若日尼奥排到历史上差点，哈维，对吧？哈维，莫德里奇，我觉得更像是一个8后卫吧，啊，都不是不偏润滑类的啊。然后，中场的话，再说一个中场，老斯，对吧？啊，老斯啊，如果说要是锋线的话，润滑剂菲尔米诺，啊，菲尔米诺、托马斯穆勒，对吧？托马斯穆勒，他每个位置不同啊。中场可能是组织润滑啊，锋线上可能会侧影，什么本泽马，对吧？然后本泽马，然后对呀啊，就格里兹曼，对，格里兹曼不叫润滑剂啊。什么叫润滑剂？格里兹曼和这个叫做德布劳内这种叫发排器，包括第二个大卫席尔瓦啊。什么叫润滑剂？就是呢，它的功能你看似没这么劲爆，它不像这种姆巴佩这种发动机，就是只要一踩就呜，是吧？一看我操，就不懂球人都知道牛逼，哎，不懂球都知道这个哥们牛逼，是吧？一看就呜，声大呀，声浪大，对吧？还不像这种德布劳内这种，对吧？各种助攻。对吧？这不懂球，一看我去这助攻，一看牛逼，是吧？啊，他不像这种叫做中锋等进球的啊，像这个什么哈兰德，对吧？一场一看凯恩，最后一看数据，不懂球的评分球迷一看，我去分高牛逼，是吧？就是润滑剂属于那种润物细无声，哎，这种润物细无声这种球员。什么叫润物细无声？什么叫润滑啊？就是他看似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对于球队却起到了一个叫做转成就是承上启下这么一个作用。啊，这种球员我觉得就比较叫润滑剂嘛。那刚才提到你像克罗斯、布斯克茨啊、哈维啊、哈伊马丁内这个哈维阿隆索，以及这个叫做还有没提到你像皮尔洛是吧？那么锋线上就是菲尔米诺、托马斯穆勒啊，然后啊就类似于这样的球员，本泽马，包括这个 BB 时期的本泽马，对吧？本泽马啊，这种球员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的啊！一般情况下，你要是再磨这个也就叫球盲过滤器。像以前克罗斯都有的喷的，我记得其实以前这我觉得球迷真的是有些时候球迷真的胆子很大啊。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球的时候，那时候没做评论员啊，就光天天看球。看球之后，我觉得，看球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连克罗斯都有人天天喷的都没用的，是吧？哎，有时候觉得这真是赢啊！这种就是你赢到这个地步，克罗斯没用了。那个啊，潘大松3点池啊，梅西曾经在场上啊对特略怒吼：“你在干叉叉，你是来给我传球的。如果你是特略，你会作何反应？”如果我是特略的话，是吧？梅西对我吼：“你在干什么？你是来给我传球的。”啊，如果是我的话，那怎么办？给他传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那没办法，他巴萨队长，对，如果我跟他都在巴萨踢球，那你有办法？那没办法呀，他踢的确实好，能进那么多球。巴萨队长，那我跟他对着干，我跟以后没考过的事，我不得死透。人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对吧？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肯定怂了呀，给他传呀。我说不好意思，我的梅哥，对吧？啊，我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我的梅哥啊，我的问题啊，
好吧？我以后就把就传给你，绝对别打门了。我的问题，梅哥，啊，先混过再说。哎，然后呢，等这个退役之后，天天给他开会，对吧？这完事儿了吗？哎，先混过去。在当时场上，我在那混的时候，对吧？我的那个，不好意思，我的问题啊，以后我把球绝对传给你，每天传给你，好吧？啊，然后等他离队了之后，天天跟阿扎尔一样，我就接受采访，我说我觉得，我就接受采访，我说我在巴萨的时候不敢说，但是我觉得 C 罗才是第一，完事儿了吗？君子报仇10年不晚，识时务者为俊杰。没毛病吧，兄弟们啊，没毛病吧没毛病啊，没毛病啊。北京化工大学送的3倍电池啊。如何评价今天快船天王山主场彩排独行侠？小卡又没上，快船小卡像不像曼联博格巴？小卡跟博格巴还不太一样，小卡那是纯是合同年就轮休少，不是合同年天天轮休，他那是休赛期总冠军，我真有些时候有点吃不消的，有一奖励。今天快船输给独行侠，这个球呢很正常。你还记得昨天我怎么讲的吗？前几天我说了，我说快船打不过独行侠，因为呢哈登跟乔治不可能上这么轮，但是呢东契奇和欧文确实可以上这么轮。我这么说，我就觉得快船就打不过，除非两打德回来能锁下东契奇啊，很正常，输了都觉得我不懂篮球，胡扯的。现在知道了吧？根本懂不懂？绝对下场比赛建议把球给威少，威少一个人扔50分，说不定能赢啊，说不定能赢。我们 NBA 我也是专业选手，曲终人已散。维拉应该客场拿得下布莱顿吧？维拉跟布莱顿这个比赛，布莱顿伤病这么多，维拉应该机会大一些啊。这个布莱顿今天伤病现在太多了，维拉是有机会的。维拉现在这个队伍呢，只要赢了布莱顿，基本上我觉得前4就拿下了。现在你看赛程啊，英超现前4争4还是比较激烈的嘛。你看赛程，维拉现在67分是吧？热刺33分，但热刺今天打切尔西，好像还要踢曼城，还踢利物浦，是吧？啊，热刺他能拿多少分都不好说，现在领先7分。如果你再赢一场70分，我觉得就前4了。10分的话，我感觉热刺未来5轮能拿10分不好说的。他5轮拿满是15分，他5轮输2场他就没有了，他5轮输2场他就没有了，你70分大概就前4了呀。我是觉得阿斯顿维拉基本上拿下布莱顿无欲无求啊，今天排第12，也没保级压力，无欲无求，伤病这么多。应该是有很大机会啊，很大机会啊。下一个啊，吕梦初，要是诺伊尔退了，拜仁除了小乌该用谁？买呗。你拜仁为什么不买门将？不是你买不着。啊，拜仁不买门将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门，你诺伊尔在没人愿意来，就是乌尔代希不能用，那个威尔代希真挺菜的，反正我看了拜仁诺伊尔不带着球啊，那乌尔代希不行啊，不行，这各方面都不行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有这个守门员的话，诺伊尔一旦退了，你买呗，从那个德甲挖呗，是呗？你德甲买呗，你现在这个球让他也不年轻了，而且30多岁了啊，你可以。从这个德甲再买点年轻人培养呗啊！对于拜仁来讲的话，他不会缺少门将的，因为德甲都是他的后花园。因为所有在德甲效力的德国球员，第一想去的俱乐部99%都是拜仁慕尼黑，钱多，对吧？荣誉大，能进国家队，还在自己国家内，你各种各样加起来，我觉得，而且你拜仁门将一守10来年，诺伊尔这种地位，是吧？你真是给他找一个，再弄好年轻门将啊，我觉得挺好的呀。啊，诺伊尔只要一走，你100%就随便挖啊，随便挖啊。龙龙的困兽啊，龙龙困兽，哎，没读你的吗？我看一下啊，读了呀，你这不是萨内真不如科曼一根吗？这个，哦，有漏的啊，有漏的啊，我的，有漏的，马上啊，前面漏了啊，马上，前面漏了好几个。下一个啊，前面漏了好几个。龙中困兽3倍电池，特别喜欢米尔纳。如果米尔纳做你队长，你会喜欢吗？米尔纳也行吧，米尔纳挺拼的啊，挺虎的。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队长是普约尔。哦，这个名字好像现在不能说啊。我个人最喜欢的队长是他啊，就是我觉得他呢属于那种以身作则啊，同时呢有战斗属性，但是对队员又很友好的
啊，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个就是小普啊，老普。然后呢，我知道，别急啊，我漏了好几个，等我一个念啊。然后我个人最讨厌的队长是伊布这种，啊，个人最讨厌的队长是伊布这种，爹味太足了，我就烦这种爹味足的。啊，你又不是我爹，你天天搁这跟有的没的，是吧？还一拍桌子啊，你谁呀你？下一个这个，大鹅送的锦囊啊，其下窗我人因哪些人能起飞？今年欧冠还有戏吗？拜仁买16号位，啊，就完事儿了。拜仁现在这个球队，我觉得啊，其实各方面都很好，就中场不行，是吧？真是这样讲的。你的锋线按理讲个人能力应该是仅次于巴黎圣日耳曼啊，锋线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中场现在，莱莫尔呢，如果能打出跟皇马的表现，莱莫尔够用。莱莫尔如果打不出来，你这个位置上就得买人，还得买一个推进型后腰。你看呢，你指望帕夫洛维奇太年轻，对吧？帕夫洛维奇太年轻，我觉得帕夫洛维奇呢，作为拜仁的中场组织核心呢，现如今上限还缺点啊。如果说这个中场能有一德容，是吧？再来一吉马良斯，或者来一帕内尼亚，哎。如果假设你中后卫能再补一个阿劳霍，万事成立，对吧？啊，万事就成了啊！你想啊，中后卫我阿劳霍配一这个阿劳霍配一这个于帕或者配一戴尔或者配一德里赫特，是吧？左边后卫呢，阿方戴维斯如果能留在尤文得有年，不能留就用格雷罗嘛，啊，或者马特拉维嘛。右边后卫基米希，中场帕内尼亚加德容，或者基马良加德容啊，前面放一个这个穆勒或者穆夏拉啊，左边路科曼，右边路萨内，中锋顶一凯恩，这种不强吗？还是蛮强的。对，乌加特也可以啊，乌加特，基米希不会走的。哎，我觉得基米希不会走，都觉得基米希有可能离开拜仁，我觉得基米希不会离开拜仁，基米希很有拜仁属性，而且他那个，我感觉基米希是真正发内心的热爱拜仁这个球队的。虽然他水平有些时候他踢后腰确实臭啊，有一讲一，他踢后腰不是顶级后腰，是有缺点的。但是呢，他踢右边后卫现在没任何毛病啊。作为一个基米希，作为一个这种感觉，但是呢，他内心当中真正对拜仁这个球队啊，充满着感情啊，有很强的激情。所以说，我是觉得呢，各种属性加成之下，我不认为他会走啊，啊，会解说，今天晚上解说，今天晚上解说。下一个，峰，恩里克今年还有可能是最佳教练不？有可能啊，这是最骚的，就是最恶心啊。恩里克真拿欧冠冠军，就是巴黎拿欧冠冠军，对吧？姆巴佩有欧冠冠军，按理讲很高兴。但是我一想，恩里克这个贼秃是吧？拿了个3冠王，有可能拿个最佳教练，我就这个贼秃，我去，抱大腿，我去，这都能拿3冠王，我这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啊，对吧？是不是这么讲？啊，是不是这么讲？我去，马上双冠王了，他马上双冠王，法国杯决赛了已经，联赛已经拿冠了，法国队一拿冠军双冠王，而且他一输球那个脸还笑，你笑什么笑？你战术布置问题啊！他跟那队友泰尔基握手，他还好像笑的脸嘴都笑裂了，我去，你还笑！不知道就在主场怎么样啊？现在多特赢一个球，去巴黎主场，其实风险还是挺大。就多特这个晋级的概率还是一个5-5开，我觉得啊，我个人感觉是5-5开。就是你哪怕在主场赢了一个球之后，你去到客场啊，一个球是一个球的这个进球数是不保险的啊。荣中昆仲3点10，据说尤文在2000万买蒙扎门将，据说可以观察一下。据说巨猛可以观察一下，那尤文舍金斯你不用了，蒙扎意甲的门将最近蒙扎出来的门将，我看看他的数据啊，意甲的比赛看了很多，但对他门还真没什么印象。尤文从舍金斯你不用了吗？舍金斯尼啊，32场119扑救27解围，26岁，意大利门将啊，那确实1.87米75公斤啊，已经结束了。
哦，我这阿雷格里要下课了，阿雷格里要下课了，然后守门员已经买了，啊，守门员已经买了，啊，守门员已经买了，啊，这个球员现象级是吧？1500万，啊，尤文图斯可以的，啊，尤文图斯，阿雷格里要下课了，啊，尤文图斯还要买格林伍德1500万，切尔西要买舍金斯尼1000万，切尔西没事买舍金斯尼干什么？切尔西又犯病了，切尔西别搞啊！没事买舍金斯尼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伦敦魂兽310啊，据说尤文在2000万啊。下一个啊 ，MU 告诉松紧呢，皇马要是拿欧冠，安切洛蒂历史什么地位？安切洛蒂历史可以，我觉得可以排前2名了。我觉得安切洛蒂啊，今年皇马能拿欧冠冠军啊，安切洛蒂就是史上最会看人下菜碟的教练员，杯赛第一，无敌了，这无敌了，兄弟们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如果安切洛蒂今年拿了一欧冠冠军，就是杯赛第一啊，杯赛第一就彻底无敌了啊，彻底无敌了！我去，他妈历史前2名了，这个阵容那跟22年那还不一样，22年你可以看作是皇马那帮老白菜最后的荣光。今年彻底就是他把这个球有限的阵容是吧？那敲敲打都没边后卫，没中后卫，能带到这个地步，那太牛逼了啊！历史前2名应该是要有的。9年的马克松510啊，唉，外地来了一个朋友，一天踢了3场球，踢到了腿软体力不支，让朋友继续上场踢。现在我让朋友付1半场地费合理吗？你外地来一朋友陪你踢了3场球，那你肯定不能让他。他如果特别累，你肯定不能让他付钱呀，对吧？我们人要讲究嘛，对吧？如果说你朋友跟你到你这个地方找你，你得邀请他踢球的话，你还让你朋友自己付场地费，那么这就属于是你对于你朋友，我觉得不太有就是那么大的一个，除非说你们俩关系一般，对吧？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很好，那你完全没必要啊。场地费能多少钱啊？因为你去他那儿，他也会请你踢的嘛，对吧？大家是互相相互的，人与人交流可能是相互的。就你来我这踢球，我帮你付场地费，啊，我去那踢球，你帮我付场地费，我们啊做好朋友，互相来往，是吧？啊，这个就是我去你那儿，你帮我，你来我这儿我帮你，互帮互助嘛，啊，这样我男的嘛，不要把钱看太重，特别这种小恩小惠的，完全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啊。下一个啊，凯恩不拿冠军不改名，7胜，凯恩9号欧冠干掉皇马，冠军就在今年了，确实。拜仁拿冠军也行啊，皇马拿冠军呢，铸造安切洛蒂这个历史前2教练的光荣称号，是吧？拜仁拿冠军啊，打破这个叫做拜仁拿冠军，打破凯恩的无冠魔咒啊！因为我看凯恩这个啊，确实是有些看腻了。我也希望凯恩今年有一冠军，或者明年有一冠军啊！我觉得凯恩这个球员呢，确实是人挺好的。虽然以前在世界杯的时候，我觉得凯恩啊，带队很难拿世界杯冠军，但是当时英格兰确实不行，现在中间有机会的，不管是欧冠还是欧洲杯啊，都有希望啊。没落下就是你啊，青山送你呢，骑士腾开4060抽象还是恩里克昨天抽象？那还是恩里克抽象一点。恩里克昨天我给你总结这么总结，恩里克你看，我看你看恩里克什么？恩里克是右边锋踢前腰，然后前腰踢右前卫，右后卫踢右边锋，中锋踢左边锋，左边锋踢中锋。肉出输出，输出出肉。对吧？我觉得没有下一个就是你小天才啊，下一个就是你，那还是这个恩里克抽象一点。小天才德容送你呢，德容送你呢啊！这个如何评价我们荷兰新门神海鸥小费模板范德萨？荷兰新门神和海鸥小费模板范德萨，英超的海鸥的。那个门将是不是这个叫做费布鲁？就是巴尔特是吧？啊，就是在那个小年轻，他就是很便宜啊，
但是他的扑救呢，我觉得啊不是很强，有一想一啊，我看他的比赛，我感觉他扑救没有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说，没有给我就是这么深的印象，因为布莱顿比赛没少看啊，但是我觉得他的出球能力特别牛逼，啊，这是可以的，就是你看布莱顿的比赛，他的后卫出球很厉害，啊，出球很厉害，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后卫啊，作为一个守门员，他跟后卫之间的协作出球倒是比他的扑救让我更眼前一亮啊，可能是因为布莱顿要求的吧，啊，他的这个出球啊一举一动之间跟整个中后卫之间的协作不乱踢，作为中后卫他是有很好的脚感和脚法的。那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他未来前途呢，只要能把扑救再上一上，绝对是一顶级守门员材料。为什么？现如今大家看得出来了，守门员不会出球踢不了，啊，守门员不会出球踢不了，真踢不了。就是所谓的门线型守门员越发的乏力了，啊，你像多纳鲁马现在确实难受，啊，还得是会出球的厉害，啊，你像这个诺伊尔厉害，我去真厉害，诺伊尔，啊，诺伊尔真厉害。然后这个你包括现如今就叫做奥纳纳是吧？啊，埃德松，包括阿里松出球也不差，啊，你包括这个巴尔特也是一样的。啊，巴尔特啊，出球可以，然后再把这个门线练一练，奥纳纳还行吧，奥纳纳最近还可以了，奥纳纳啊。下一个啊，御风送3面池，什么叫诺伊尔比我还老？诺伊尔比我老多了 ，OK， 我长得感觉比诺伊尔老你差不多吗？啊，我跟你讲，诺伊尔他比我老多，他不老登一个，好吗？啊，御风送3面池啊，御风送3面池。恩里克比滕开抽象的多，为了练巴尔克拉、鲁伊斯、贝拉尔多，把有天赋的3个亿全废了，确实。啊，恩里克很像那个哥们儿，就是，啊，如果你不知道这哥们儿是谁，证明你不怎么关注足球新闻，对吧？他太像了，为什么呢？恩里克花4个亿引援，3个亿做替补席，不就跟4个亿规划3个亿做替补席一样吗？对吧？真的像4个亿规划3个亿做替补席和4个亿引援和3个亿做替补席有区别吗？所以说必须得严查，真得查一查他脑子可能有点问题的啊！你这玩意儿一般人做不出来这个操作。给日本1.5一个赞，给人立刻点赞。给人立刻点赞啊！啊，得查一查啊，感觉是有点问题的啊。下一个啊，御风送3面池啊，御风送3面池啊。恩里克比滕强啊，下一个首席里巴扔3面池。皇马今年的欧冠的话，队里好几个人有6个冠军了，太吓人了，6个欧冠嘛。那莫德里奇地位高于阿辛纳，嘿呀！那有排历史地位是得这么排是吧？啊，皇马、巴萨、拜仁、曼联、巴萨、莫德里奇、克罗斯，然后什么塞瓦略这个巴斯克斯，然后卡塞米罗，然后阿森纳、热刺，是吧？哦，巴黎啊，开玩笑对吧？开玩笑啊！玩笑啊！老恩啊，玩笑啊！下一个啊，这个曲周下一个云梦初啊，这个答过了啊，云梦初。提前早睡，评价一下贝林隐身，真的不值得这个价吗？贝林现在中场是身价第一。毫无争议，毫无疑问，知道吗？就是我之前一直讲了，我说贝林厄姆现如今他的身价在所有中场里就应该排第1名。那么如果说现在身价最高的中场应该是罗德里，是吧？1.1亿，赖斯1.1亿，威尔茨1.1亿，那么贝林厄姆就肯定比1.1亿高。我觉得1.3到1.5亿之间，这是我对他的定位。就是贝林厄姆跟哈兰德应该是一个价格，两人呢就是一个是锋线第一，一个中场第一啊，代表着年轻球员当中现各个位置上啊中线和前场最好的球员，一个1.5亿左右。那么姆巴佩是代表着世界最好的球员，他1.8亿，这么安排是合理的。然后你不要执着于1.8亿这个价格。德转为什么给贝林厄姆标1.8亿？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贝林厄姆只有20，他是02年的，好像是02年多大？02年多大？19、20是吧？啊，他只有20岁啊，02年他只有20岁，啊，多大？20岁啊，03年的啊，03年的啊，他只有20岁是吧？他只有20岁啊。那如果说他是20岁的话啊，他就21岁啊，21岁啊，20岁到21岁吧。那么他跟姆巴佩之间的年龄呢，应该是4岁左右，是吧？4、5岁左右。所以说他们俩的这个4岁左右，应该是4岁左右。那他是那么姆巴佩呢跟贝林厄姆之间的身价差距为什么都是1.8亿呢？是因为就是年轻了这么多啊，就是你按1岁1个亿算，应该刚刚好啊，1岁1个亿算刚刚好啊，跟哈兰德也是一样啊，就是1岁1个亿。但是呢，姆巴佩比哈兰德年轻一点，所以不要执着于身价啊，不要被带歪走了。他年轻，有这个数据在皇马又是中场现在最好的球员之一，有这个身价很正常。啊，就是正常来讲呢，应该是姆巴佩只按实战力，世界第一球员姆巴佩1.8亿，你最佳中场、最佳年轻中场第一人贝林厄姆1.5亿，或者1.3到1.5亿，最佳前锋哈兰德是吧？啊，1.5亿啊，应该就这么排是合理的啊。哦，贝林厄姆比姆巴佩年轻啊，贝林厄姆比姆巴佩年轻。啊，你听错了，我说是贝林厄姆比姆巴佩年轻，那个就是那个岁数，就是1岁1个亿，正好抹平了他的身价差。啊，有嘴瓢了啊，嘴瓢了啊！你们应该能理解我意思啊？为什么要抠我这个口误呢？你不是不能理解？能理解吗？啊，能理解吗？嘴瓢了啊，嘴瓢了啊！哦，1岁1000万啊，1岁1000万。1岁1000万，明白吧？1岁1000万啊，1岁1000万，1亿人民币，1亿人民币啊，有错吗？1个1000万欧元不就相当于1亿人民币吗？有问题吗？叫什么？我说1岁1000万就自动脑海中换算成人民币了，有问题吗？没问题啊，严谨啊，严谨啊，严谨然后这个贝林厄姆呢，他作为一个中场球员，不要看他的数据，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对现在球迷的一个认知被带偏了，知道吧？就是很多时候呢，你看，因为很多评论员呢，他评球呢，第一呢球看的少，第二他不一定看得懂啊，所以说他做自媒体做评论员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他会顾左右而言他会抛出一个流量点。那么这个流量点，你讲所谓的战术作用等等，很多球迷是他可能不怎么关注的，他更喜欢看什么啊？比如说举例子啊，更喜欢看42场50球啊，更喜欢看这个叫做一场比赛帽子戏法啊，更喜欢看12次成功过人，但是他可能不太追求你在场上的无球跑动啊、牵扯能力啊、防守姿态啊，包括这个攻防选位。包括他在场上的正向作用，以及呢他在防守时是不是主防对手什么样的进攻球员，还在场上他的这个支点啊、进攻的这些东西呢，很多人他没有考虑到。但是其实贝林厄姆他是一个中场球员呀，对吧？我这么讲还能理解，他是一个中场球员，不是一前锋啊！你这场比赛进球本来就不应该他的责任。但是哈兰德跟姆巴佩是要进球的，这两个球员是要进球。那罗哥、哈兰德、姆巴佩呢，这样的球员是必须要得分。啊，感谢这个MI 送的勤劳蜜蜂帽。但是你像贝林厄姆、齐达内这样的球员，你不能以得分来换领他的作用，包括德布劳内，对吧？包括贝林厄姆，包括齐达内啊，那不是得分手。姆巴佩、哈兰德和 C 罗那就要进球的。我说实话，对于 C 罗来讲，不进球，球队赢了，我没赢。这是一个前锋的心态，完美的心态，前锋就愿意这样的心态啊。好，这场比赛啊，我们皇马赢了，但是我没进球，我没赢，对吧？因为我这个前锋要进球。啊，但是作为中场球员，很多时候你要奉献的啊，两码事啊。而且呢，贝林在欧冠当中踢的不是围九，好好看看比赛啊。贝林在欧冠的时候呢，踢的这个位置呢叫做8号或者说是10号，维尼修斯是中锋，我没说错啊，兄弟们，对吧？我没说错吧啊？维尼修斯是中锋啊，维尼修斯是中锋啊，这么回事啊。对吧？我没中锋吗？我这个水平应该看位置能看明白吧？就维尼修斯是中锋，左边锋是罗德里戈，右边锋是巴韦德，贝林厄姆是10号啊。
计算机学习者啊送的这个300电池，其被评分球迷闹麻了，稍后评价贝林母总最近一场表现是双标，说母总只会法甲虐菜，生气。贝林厄姆上场比赛踢那谁拜仁踢得很差，70分钟换下去了嘛，很差啊。但是呢，姆巴佩昨天这场球踢得还可以啊。当然了，对手也不一样啊，跟多特跟拜仁是两码事，一个德甲第一，一个德甲第5嘛。但是姆巴佩昨天踢得还行了啊，就是一个立柱，一个致命传球，对吧？但他球权很少啊，那么他拿球就有威胁，还可以啊。下一个啊，奥总送300电池，卢卡斯又受伤了，本来很期待凯文暴打卢卡斯的，不恨他了。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啊，巴黎那个啊，卢卡斯要留在拜仁啊，今年感觉拜仁稳一点，比他妈德里赫特比那个谁强多了，我去。卢卡斯还可以，但卢卡斯那个膝盖确实挺脆，伤多久啊，卢卡斯？当年卢卡斯在拜仁慕尼黑说那句"我愿意为拜仁慕尼黑战死"，可能也是他的心里话呀，我觉得有可能是的，是吧？有可能是他的心里话。哦，还有我那个没截下来。昨天还有一老兄弟啊，6级登台的啊，过来给我讲，说是他说金明哉他觉得是怎么没问题，发一大长段，我没看，我看了，但是我没截下来，没给你们念，我也不给你们念了，省着在就觉得我在考他。我在讲金明哉那个失误，在昨天你看胡梅尔斯防姆巴佩还看得不明白吗？还有评论员把这个锅甩给基米希，甩给中场不防守的，简直扯犊子。克罗斯在那个位置上，拜仁就没有防守任务，你明白吗？因为克罗斯在那个中圈附近。第一时间他拿球，很多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中场他往前的顶，中场不会往前顶的，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没有致命威胁，就在球员认知里边，对吧？他可以让他再往前传到3区，因为那是要进攻2区，那么等他带到3区，自然会有人盯上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吧？你金明哉可以像昨天胡梅尔斯一样，把球让他在身前接呀。你看昨天姆巴佩，对吧？姆巴佩往这个身前一走。是吧？姆巴佩往前一回接，胡梅尔斯都不理他，对吧？胡梅尔斯不理他，你包括那个叫做施托洛维克不理他，你拿就是了。我身前接球，你接就是了，是吧？我就金明哉和这个叫做戴尔，我们俩站后面，基尼站后面，我们4个站后面，对吧？你回去接，你接完之后你向前，你还能一个把我们过完吗？对吧？你不能过完啊！那这样的话，你像姆巴佩这样，他只能选择再回传、再斜传，那我阵容不站好了吗？是不是？你给他接球又怎么样呢？那你为什么你要突入这一下呢？而且你跟入这一下，你连人都没碰到，他一个反跑，啪打你身后，那不就是你金明哉的问题吗？能怪戴尔不回追，能怪基米希不协防吗？这不扯吗？对吧？你就说你不用去讲别，就对比一下，对比胡梅尔斯多大了？胡梅尔斯那老白菜。腿都迈不动了，胡梅尔斯，对吧？是这个道理吗？就是你要面对不同的中锋，你有不同的防守策略，对吧？因为你如果说把所有的防守都套公式，那你这个球员就是纯是垃圾啊，就是你就不会踢球。你要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你的防守策略。我举个例子，我防姆巴佩，我肯定防他身后呀。我防姆巴佩，我跟他吭哧瘪肚，跟他拼速度，后边给他溜100米。姆巴佩，咱再跑，今天老子不给你跑不赢你，我就倒过来，名字倒过来写，你名字就倒过来写。姆巴佩，老子再跑100米，你进我球，我认你当爹，那你得喊他亲爹，对吧？你防姆巴佩肯定我防身后放身前，那身前拿就是了，但是呢，我防什么呢？我防类似于莱万这样的球员，我就得贴他身。防凯恩，我就得贴他身。为什么呢？他们俩反跑的速度不是很快，但他们俩都有远射能力，对吧？都有策应能力，是吧？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要贴他身，给他骚扰啊！你包括防理查利松这样的，是吧？就不怕他反跑，我要贴他身。那如果说我防这种类似于轰炸机的克洛泽这样的球员，我就得有一空霸跟着他，什么？那就是2种完全不同的策略，你才是一个正儿八经后卫去防前锋的一个想法啊！你怎么可能套公式呢？你看胡梅尔斯怎么做的？关键还有一大堆人信的，这玩意儿最糟的。
下一个啊，上手掐呗。对，我跟你讲，防守的时候，中后卫防前锋，上手掐，那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什么？就背后推你一把，倒你一拳，是吧？掐你一下啊，什么这个拽你两下，就是太正常了，知道吧？太正常了啊，太正常了啊！这是什么？这是足球啊，这是对抗运动啊，在场上只要裁判员看不见啊，你弄点小动作什么的，没人管你，知道吧？啊，没人管你，很正常，很正常。是吧？就你像你要是有味儿，是吧？你给他闻你的味儿也行啊。你给他啪给他一脚，是吧？给他熏晕了，那你要给他熏晕了，他下去了，你不是立功吗？立天功啊！我举个例子，是吧？比我举个例子，哥们儿现在有一哥们儿叫做胡哥啊，要不是胡哥啊，叫做胡姐啊，对吧？啊，胡歌去罚哈兰德，是吧？给哈兰德一夹，哈兰德晕了，下去了，你赢了呀，对吧？那你赢了呀，啊！水底巴肉三面吃啊，水底巴肉送三面吃啊。皇马这种球队天生就是打欧冠的，被反正号也踢得不慌不忙的，肯定的呀。皇马他有自信啊，这个人啊，这个自信心太重要了。一个一直以来一直赢的人和一个一直以来一直输的人，在气质上就不同。一直赢的人他有自信，我干什么都能干好。我现在遭遇的这个短暂的挫折，我也觉得我能度过。如果说你没这个自信，你感觉哎呦我又不行了。又失败了啊！我都习惯了，我这失败的很正常，对于我来讲，哎，那你完全就两码事。皇马那种就一面感觉，啊，就是那种我一定会赢，因为我牛逼，哎，这个东西真是挺厉害。哎呀，羡慕啊！皇马球迷太幸福了啊！罗德里感觉上赛季曼联在今年欧冠下半区能进决赛，低调。你说太对了，不愧是叫罗德里的球迷，懂球。曼联今年在欧冠出局，第一因奥纳纳，第二是因为伤病太多了啊。有一说一，如果拥有上个赛季曼联的实力，下半区不仅能进决赛，甚至有可能争夺冠军。因为曼联打皇马，从历史交锋战绩来看的话，两边大差不差，有机会啊，有机会啊。包括打拜仁，今年这个状态打拜仁，一场3-4，一场0-1，输很多吗？是吧？啊，不愧是你罗德里啊，有机会啊，有机会啊，有机会没毛病啊。下一个啊 ，MYK 送你的啊。我车本赛季对战曼彻斯特俱乐部共入10球，低调。你跟10杠上了，别提10好吗？切尔西。啊，你现在哦，但是你不是第10，你有机会啊。今天晚上我直播切尔西跟热刺啊，加油！我解说切尔西跟热刺啊，加油切尔西，我支持你，好吗？生活加薪。你好帅，最近跟女票踢球，总想让他穿曼联球衣，我穿曼城球衣，然后我们俩踢球，这很正常吗？我觉得啊，也行，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你用这种方式带入到足球世界中来，我说实话啊，你真是有点业余了，对吧？你觉得你女票穿个曼联球衣，你穿个曼城球衣，你就能赢他，对吧？你能进他几个球啊？你就觉得好像曼城比曼联牛了，那有什么意义呢？有种你让我穿曼联球衣，你穿曼城球衣，咱俩 PK 一下，好吧？我要赢了，你曼城就给我道歉，你就输了。我穿曼联球衣，你穿曼城球衣，咱俩现场 PK，四家来个1对1，我不过了你屁股尿流，那难道代表曼城输了吗？难道代表曼城输了吗？这两码事啊，两码事，对吧？啊，有种咱俩来 PK 一下，对不对？啊，完全没必要的事情啊。下一个下一个这个。腾哥跟我滚送了你呢，除了评价王处除了颜值，专业能力几乎没有啊。如何评价王处？除了颜值，专业能力几乎没有，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在我的颜值面前，我的专业水平不值一提。这么解释你觉得没问题吧，兄弟们？好吧，在王处的颜值面前，专业水平不值一提，好吧？啊，专业水平不值一提啊，专业水平不值一提啊，没毛病啊，没毛病啊。下一个啊，田鹏程送你的啊，一个以毕费为主力球员的队伍真的能英超争冠吗？毕费作为主力球员，英超争冠绝对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毕费不能作为大核心，知道吗？毕费不能作为大核心
啊，必须不能作为大核心，因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这个球员呢没有这么足够稳定啊，但是他的能力是不差的啊，他作为一个球队的中转站啊，或者作为一个球队的这个高位逼抢者啊，作为一个中场搅动吸动者，我觉得还可以啊，我觉得还可以啊。上限低着点，对，下限是没问题。你外让的画面算有点迟，你俩 PK 的时候可以录像或者直播吗？想看1对1啊，极简，有机会的话啊，可以，让你看看我怎么样踩单车戏耍过人的，让你看看我怎么马赛回旋、蝎子摆尾、牛甩尾突破你曼城防线，像你曼城打得稀里哗啦，最终帽子戏法的，好吧？啊，可以啊，下一个这个，哎，这个弹幕挺有意思啊。为什么别人认证是 UP 主，你是国家健将？因为他们认证不了国家健将。这是原因啊？为什么？这原因啊？因为他们认证不了啊！哇哦，合理吧？哇哦，原来如此啊！哇哦啊！好爽啊，兄弟们，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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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爽啊，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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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爽啊！下一个啊，下一个，这个 MAPLE 啊，其如果有机会和能力，想去哪些欧洲球队？说5个。想去哪些欧洲球队啊？巴萨、皇马，对吧？巴萨、皇马。曼联、切尔西、AC 米兰，啊，这几个队吧，对吧？去 AC 米兰呢，主要是为了这个，演电影。我要去 AC 米兰，我要是有机会，我不得写本自传，对吧？啊，自从王主席来了啊，成功击溃国际米兰，是吧？AC 米兰啊，我要去 AC 米兰，我就是为了跟他干，兄弟们，没问题，就是跟他干啊，就是跟他干啊，就是跟他干。皇马、巴萨嘛，原因是因为这个2个球队声望最强，对吧？去了之后能出来混口饭吃，去皇马去巴萨混一圈，老子回来了，这社会地位不得比曼联还高，我去，是不是？我要去皇马一线队，不说别的，打个1个赛季，我回来这社会地位是不是比曼联好高？根本我欧冠冠军。我要混个6个冠军，我后边弄6个复刻的欧冠奖杯往这一放，再弄一跟罗格合照，一跟莫德里奇合照的，再跟齐达内合个照，根本无敌了啊！我喷人谁有话讲，对吧？啊，这一曼联嘛是梦想嘛，对吧？最喜欢球队主队啊，切尔西有钱啊，我喜欢稳定，对吧？实话告诉你们啊，实话告诉你们啊，我喜欢稳定啊，实话告诉你们啊，我喜欢稳定。是吧？啊，切尔西给老子来个8年合同，我去，1年不要多，500万美金，啊，美特兹，是吧？混个8年，是吧？啊，我喜欢稳定，啊，就这几个队嘛，啊，就这几个队啊。至于拜仁的话，说实话啊，拜仁就是这个氛围啊，我感觉很难融入，真的啊，真的有一讲一啊。下一个，跟人家合照又不代表我牛批，我是他队友啊。跟队友合照跟粉丝能一样吗？我是跟更衣室里边，我跟 C 罗是吧？啊，我跟 C 罗商量个事儿，我 C 罗，啊，你，对吧？在我面前笑一笑，我本着个脸 ，C 罗笑笑，搞得我跟领导似的，不就牛逼吗？啊，下一个啊，01总司在面前我人将在茨维河在伯纳乌派出阿方主场作战，加乌金负负得正逆天组合，请美林格喝七喜。5局还没看到加金瓶赛，真有可能能赢的，啊，真有可能。希望你们能派出这个阵容啊，挺有效果的啊。好吧，啊，我作为一个中立球迷，非常希望你们能派出这样的组合啊，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啊，狗不用啊，很有效果啊，挺有效果啊。下一个，一力现充，朗尼克官宣不去拜仁，那谁最有可能接手拜仁？哎，一力现充，好久不见了。朗尼克不去拜仁，谁最有可能接手拜仁？
你要是问我，我还是弗里克，就是你要是问我，我还是弗里克，是吧？啊，我觉得弗里克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不用呢？如果说弗里克不行的话，齐达内啊，除此之外没了啊。你像穆里尼奥、孔蒂都不行，年轻主教练就不谈了。你像年轻主教练，我就不想多说了。你像那个葡萄牙体育那个，愿不愿意用呢？葡萄牙体育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那叫什么来着？就跟利物浦传绯闻那个，那叫什么？那个其实也还可以啊，也还可以。那阿莫林其实也还可以。弗里克主要是跟考内斯关系不好，没办法啊。阿莫林看能不能试试？阿莫林，其他你没辙。弗里克主要是跟他关系不好，跟那个老星啊老星，勒夫自己表示自己不愿意在德国境内执教啊，所以勒夫估计悬了啊。哎，好内斯图赫尔怎么可能再留下来？我要是图赫尔，我欧冠我都不想带，我早就想走人了。你好内斯天天在后面跟人家带欧冠进4强了，你还跟着骂，还可会嘲讽，让人背锅。下一个啊，你上次说德容替托尼和楚尔和贝林厄姆啊，不比楚好。你上次说德容替托尼、克罗斯和楚阿梅尼和贝林厄姆，巴尔呢不比楚阿梅尼好。首先呢啊，巴尔韦德踢不了6号位啊，现如今你皇马只有一个6号位就是楚阿梅尼，没有人了啊，或者卡瓦维加可以客串。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德容跟楚阿梅尼相当于卡塞米罗和克罗斯，那么贝林厄姆相当于莫德里奇。至于巴尔韦德，他是可以打边前卫的。巴尔韦德，你对于皇马来讲，假设你的锋线是维尼修斯和姆巴佩，那么这种情况下，这2个球员参与防守的概率是很低的，对吧？他们俩参与防守回合占比肯定很少。那么如此，你右边前卫安排一个巴尔韦德，去更多的参与防守以及轮转，不好吗？不好吗？我觉得很好啊，是吧？你这样的话，你攻守一体啊，右边后卫巴尔韦德啊，6号位如果有的话啊，赖斯加德容配一这个贝林厄姆，右边巴尔韦德，左边路来一这个叫做左边后卫来一，左边前卫来一姆巴佩啊，中锋弄一尼尤斯，很好啊。下一个啊，费德总理呢，其评价一下皇马和拜仁各位置对比。有伤和没伤两码事，没伤的话，皇马锋线不如拜仁啊，不如拜仁。但是有伤现在呢是什么呢？有伤现在这个情况就两码说了啊。有伤的话，你看皇马的这个中锋啊不行，拜仁中锋是顶级，皇马的右边锋呢没有，皇马现在右路没进攻，拜仁右路有个萨内，神鬼两相性。这个皇马的左边锋呢，维尼修斯呢和罗德里戈这两人呢，他在皇马的就属于是双左的这个打法呢，我觉得要比拜仁的左边锋，不管是穆夏拉还是现如今他可能格雷罗客串都要好很多，对吧？然后中场呢，拜仁弱于皇马啊，中场拜仁这边莱莫尔加上这个格雷兹卡，是不如克罗斯和这个叫做卡马文加、楚阿梅尼啊，罗德里戈踢左边锋现在啊。然后这个叫做贝林厄姆的差一些啊，中场包括莫德里奇。然后下边呢中后卫呢，现在呢两个队呢都蛮怪的。现在皇马的这个中后卫啊，米利唐刚回来，这个状态呢不好，不用。纳乔呢，说实话啊，纳乔容易犯错的。纳乔这个能力呢，硬能力拼呢肯定是拼不过拜仁的中卫的啊。但是呢。他最近表现还可以，我觉得中后卫现目前吕迪戈很好，中后卫有一个吕迪戈是强于戴尔、强于德里赫特的，纳乔呢就把分拉下来了，中后卫差不多吧，然后左边后卫的话，现在拜仁是皇马门迪这2轮踢得很好，门迪一点毛病都没有，门迪应该现如今他的水平啊还是很好的。右边后卫呢，卡瓦哈尔面对基米希，我觉得卡瓦哈尔老了，相对来讲基米希要这个有活力一些。门迪面对阿旺戴维斯，最近状态很差，门迪倒是不占劣势，就大概这么情况吧。啊，卡瓦哈尔跟基米希可能一个5-5吧，然后左边路门迪可能略强压阿旺戴维斯，中后卫呢可能这个皇马更稳定一些，拜仁这边这个转换也多了。守门员的话还是拜仁守门员好，中场的话皇马好啊，锋线的话左边皇马好，中锋拜仁中锋拜仁好，右边锋拜仁好啊。下一个这个。
动物园里有什么？穆帅下家还没确定吗？他的战术思想算过时吗？穆里尼奥没有过时，穆里尼奥只是被人演了，知道吗？罗马都是处子辈的，啊，那都处子辈的，那都是演穆里尼奥的，你看不出来吗？没有罗马，没有穆里尼奥在罗马奠定的基础，现在怎么可能进入如此好的成绩呢？罗马把穆里尼奥把弱队都打了，罗马第5现在，对吧？差4分，有可能进这个欧冠，对吧？啊，没过时。他的能力现在依旧是顶级水平，只是说现在还缺少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啊！现在这个罗马，现在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穆里尼奥啊！穆里尼奥他现在什么？穆里尼奥现在非常明显，他就像当年的安切洛蒂一样，意甲没有5个名额啊，意甲没有5个名额，像当年的安切洛蒂一样，安切洛蒂当年不也是一样吗？被那不勒斯扫地出门，在拜仁慕尼黑遭遇滑铁卢，在埃弗顿也没带好，不跟穆里尼奥一样吗？但安切洛蒂现在什么？皇马功勋主帅，很有可能再拿欧冠冠军。意甲5个名额吗？意甲不爬了吗？不是德甲、西甲吗？德甲不锁定了吗？昨天，哦，意甲5个名额，那罗马有的踢了。那我看错了啊，罗马有的踢了，对吧？啊，继续啊，这个西甲爬了。哦，西甲爬了，西甲爬了啊！好，那我的啊，那么对吧？这种情况下不跟当年安切洛蒂一样吗？啊，安切洛蒂最终回了皇马，成就了一番功业，重返巅峰。有没有可能穆里尼奥去到切尔西重返巅峰呢？有没有可能呢？哎，对不对？安切洛蒂回到皇马重返巅峰，哎，穆里尼奥回到切尔西重返巅峰，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这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哪怕去纽卡也行，是吧？下一个啊，这个砖头送你啊，你觉得库尔图瓦回来跟卢宁谁该首发？肯定是库尔图瓦。如果说库尔图瓦状态好的话，砖头100%还得是库尔图瓦。如果他状态是满格，为什么呢？卢宁守得好是好，但是呢，卢宁打拜仁这个球，第一个球库尔图瓦不会进。库尔图瓦是历史级别的守门员，卢宁呢还是跟他比差一些，对吧？如果状态好的话，那个进角球卢宁是要负点责任。如果是库尔图瓦，那就进不了。啊，这种历史级别门将啊，还是蛮强的。啊，卢宁毕竟是，这个现在看啊，明显技术不错，但是你想库尔图瓦什么水平？那是一堵墙啊，对吧？那是各种神扑啊！啊，当年那个利物浦跟皇马那场欧冠决赛，马内那个球，你换100个门来，可能只有诺伊尔和库尔图瓦、卡西利亚斯有点机会，剩下部分有点机会，剩下都扑出去。马内要禁区里边抽射，还有多少人有印象的？我去，扛着线，8一反脚，那球能扑出去啊！库尔图瓦，库尔图瓦那太猛，那场比赛。下一个啊，严博有什么特点？拉亚能在廷贝尔有什么特点？拉亚能在阿森纳留多久？廷贝尔很硬朗啊，廷贝尔很硬朗。廷贝尔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摇摆人啊，就是廷贝尔，因为他可以踢很多位置，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厉害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可以踢很多的位置，他可以踢边后卫，可以踢边后卫啊，可以踢后腰啊，可以踢这个叫做可以踢边后卫，可以踢后腰啊，可以踢中场，可以踢中后卫，他那个摇摆的位置很多，就很硬。很强，啊，很强，啊，廷贝尔是一个不错的球员，啊，好的后摇摆人。拉亚能在阿森纳留多久？你看塔子了，塔子很喜欢阿森纳，塔子很喜欢拉亚。我知道为什么拉亚换掉拉姆斯戴尔啊，我看到了一个采访，说是塔子在2年之前就想要拉亚，当时没买来，然后现在有钱了，给他买过来了，是吧？啊，
首席迪巴斯是送了3枚电池，为什么没人请里杰卡尔德了？他提拔了梅西，带队踢的也非常有观赏性，我也不知道。但是上次我看到有一个是这个谁报的，说是里杰卡尔德说是有可能重返巴萨，但是现在又没谱了，是不是从巴萨走了之后有点难受了？这个我还真不了解，我也觉得里杰卡尔德挺好的呀，黑天鹅嘛，对吧？啊，这个也是巴萨梦三的奠基人，是吧？当时好像说是拉波尔塔联系了他，让他回来代替巴萨，但是好像他没愿意，没成啊，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啊？可能从巴萨走就退休了吧，就不干了啊？可能这个情况啊，啊，有黑历史吗？啊，做生意了是吧？啊，就是说不带队了，哎，他还挺强的，挺有意思的。轩轩，为啥周末冷场满天飞？怎么看纳德尔接手皇马？周末冷门满天飞，一般情况下在欧冠比赛之后和国家队比赛之后是容易出现冷门的啊。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就是在欧冠比赛结束之后和国家队比赛结束之后会出现冷门，因为呢欧冠球队呢要轮换，国家队回来很累啊，这一般冷门比较多啊。然后赛季末冷门多，为什么赛季末冷门多呢？因为赛季末呢保级队要拼命，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球队无欲无求了，是吧？保级队要保级，斡旋一下，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知道吧？这个是避免不了的，这是避免不了的。就是比如说咱哥俩关系好，对吧？我要保级了，我也不说什么，我就上来替补，对吧？我也不跟你，我就好好踢，但我上替补啊。这个就这种事儿是肯定是有的事情啊，肯定是有的事情的啊，肯定有的事情。下一个啊，诗和远方，是一边哦，6688以后评价一下萨卡和登贝莱现谁更强？以后谁更强？萨卡肯定比登贝莱强啊，现在这个没什么争议吧？应该啊，兄弟们。登贝莱现在这个球踢的啊，非常不稳定，他基本功不扎实。就你看他踢球啊，拿球啊，他在边路啊，他就是一举一动呢，感觉他的技术不足以支撑他的想法。登贝莱，然后他那个射门感觉也是有点抽象了啊。登贝莱，我觉得登贝莱跟萨卡比的话，有点侮辱萨卡。萨卡现在挺稳的呀，蛮强的。萨卡在阿森纳真挺强的。啊，只是萨卡为什么现如今呢？很多球迷对他的这个认可还不够呢？可能是因为阿森纳这个俱乐部吧，积弱已久，所以说呢，他这个球队呢，球员呢，大家可能觉得啊，就那样吧，是吧？一直觉得就阿森纳就是就这个队啊，就是说实话，对阿森纳能带点偏见。我觉得萨卡现在右边前卫真蛮强的啊，登贝莱现在真是表现有些不够稳定啊。下一个啊。这个，以后谁更强？以后的话，我觉得还是萨卡吧。登贝莱这个球踢的呀，登贝莱的身体素质，我跟你讲，绝对是史上，那绝对是现在世界级。登贝莱身体素质，他跟莱奥一样啊，真的很好。但是呢，影响他上限的，第一他的技术，第二他脑子。登贝莱踢球喜欢仰身子踢。诗和远方，诗一边放中间麻了。桑乔巅峰梅西附体真能过，桑乔过这个罗德温斯确实可以，哎，能力还是有的。一杯清酒，详细比较亚亚图雷、博格巴，巅峰2选1选谁？亚亚图雷跟博格巴啊，巅峰2选1肯定是选博格巴。是吧？肯定是博格巴了，肯定是博格巴。你如果对比一下，亚亚图雷比博格巴高，但是跑动能力两人差不多。横向覆盖博格巴强一些，前后覆盖博格巴强一些，传球想象力博格巴强一些。组织进攻能力，亚亚图雷呢，我觉得更稳，但是博格巴更有创造力啊，更出球更舒服，推进、突破、转身、摆脱、得分，博格巴强很多。这两个球员呢，如果说是从历史能力上来看的话，博格巴要强的，博格巴要强。但是如果说你看他妈这个什么这个，你再参考这个脾气秉性，那你博格巴给亚图雷踢鞋都不配啊！
下一个啊，90年的马岛3分电池。沙特联赛，我不仅有看过亚亚图雷，我以前打游戏还喜欢用它。以前打游戏我喜欢用它呀，亚亚图雷。打游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实况8，实况2008，应该叫实况2008，对吧？打游戏我还喜欢用它。博格巴真的很厉害啊，博格巴啊，90年马岛3分电池啊。沙特联赛杯赛全打满的话，有没有10冠王、5冠王吧？沙特国王杯、阿拉冠、沙特超级杯，然后3冠王，沙特联赛4冠王，亚冠5冠王啊，5冠王啊，5冠王应该是没有10冠王啊，5冠王啊。下一个啊，老师，我太想进步了。欧洲杯冷门，美洲杯乌拉圭卡眼8-2，谁能进球？欧洲杯冷门夺冠，美洲杯乌拉圭卡眼8-2，谁能夺冠？谁能进球？乌拉圭如果拿了美洲杯冠军的话，我觉得巴尔韦德应该是有机会的。如果皇马拿了那你要看欧冠冠军。如果说的话啊，如果说你看那你要看欧冠冠军。假设欧冠冠军是拜仁，那么欧洲杯冷门很有可能也是凯恩。如果乌拉圭冠军的话，假设欧冠冠军是皇马，那么是巴尔韦德，我觉得啊，巴尔韦德应该是这样啊，巴尔韦德。下一个啊，不要防跑步。王楚基这种前锋，后卫要怎么防守？放弃吧。啊，踢野球的话，我只能告诉你们一句话：不要让我拿到球。让拿到球，你可以放弃了，因为你上来防守会很难看。好吧，啊，我准备从5月份开始恢复运动，恢复健身。到时候办个24小时健身房啊，有时候晚上去练练啊，重新把我的身体练一练，对吧？看看等到什么时候有空了啊，可以再踢球、拍视频啊，对吧？把我的身体再拍什么健身 vlog 啊，搞这种运动，让我这个身体恢复啊。现在确实有点细啊，确实有点丑。托纳利被追加禁赛2个月，缓刑至2024到25赛季结束。6分钟前。英足总官方宣布，托纳利被追加禁赛2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他在期间没有再次违法行为，2个月的停赛就不会被执行。只要说是在25赛季之前，他别再搞了啊，他就没事了。这还有这制度啊！下一个啊，发条城，拜仁必胜哦。有道，如果是把热刺4个后卫卖掉，卖给谁卖多少合适？乌德吉可以卖给曼联呀，我觉得曼联愿意花5000万买乌德吉，对吧？啊，然后你这个波罗可以卖给曼联呀，我觉得曼联可以愿意花5000万买波罗啊。但如果说我们打落了嘛，你也可以不卖给我们，你可以卖给缺右后卫的。其实皇马蛮缺的呀，皇马和曼城都蛮缺的呀，卖给他卖1个亿吧，啊，然后中后腰的，然后这个中后卫的范德芬这种回追型后卫，我觉得曼联需要的啊，也可以卖给我们4000万，啊，当然了，拜仁也需要啊，这个利物浦可能也需要啊，曼城也需要啊，曼城不需要中后卫，卖给他们卖个1个亿吧，8000万1个亿吧，然后罗梅罗啊，曼联也很需要的，这种上抢型后卫啊，还能出球。能出球，卖给我们5000万，是吧？卖给曼城嘛，这种还能打后腰，卖给他不是1个亿啊，对吧？大概这个情况啊。下一个啊，李旭鹏3分电池，为什么比起卡马文加，安胖更喜欢首发楚阿梅尼？因为楚阿梅尼虽然踢得好菜，但楚阿梅尼是一6号位，卡马文加就不是6号位。就是教练员呢会觉得什么呢？我在选择球员的时候呢，每个球员他的位置呢是到成年队基本上固定的，有些人他就是踢前锋的。踢中锋的，踢中场的，踢后腰的，那你皇马现在只有这一个球员是防守型后腰，卡马文加是客串，所以他肯定还首发楚阿梅尼。楚阿梅尼的西甲还行，就在欧冠赛场上有点抽象，实话实说啊，是这样的，那这怎么办呢？所以他用他也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啊，但这出身这个位置和客串还是有区别的啊，能选正印金亚波，那肯定选正印了。下一个啊，拜仁必胜啊 ，C 罗欧洲杯，梅西拿美洲杯，多特夺冠，谁拿金球？C 罗拿到欧洲杯冠军，
，C 罗绝对主力加金靴是吧？多特拿美洲杯冠军，然后多特拿欧洲杯冠军，然后梅西拿美洲杯冠军，梅西核心金靴是吧？那也就是竞争者，就是除了多特之外，就是 C 罗跟梅西，C 罗跟梅西是吧？C 罗跟梅西。我说实话啊，那你还得考虑很多，比如说欧洲杯啊，比如说欧冠啊，比如说这个联赛冠军，对吧？你得考虑联赛冠军，考虑这个叫做就是联赛数据是吧？那么我可能会给姆巴佩吧，啊，这个叫做法甲双冠王，欧冠4强也够用，欧洲杯法国亚军，对吧？输给葡萄牙也没什么。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给姆巴佩啊，可能会给姆巴佩啊。下一个啊，发达城，硅酒和雄酒区别在哪？只是差在托尼和金子吗？硅酒和雄酒的区别就在于，皇马的中场是神，巴黎的中场是鬼。皇马负责给姆巴佩传球的人叫托尼克罗斯，巴黎负责给姆巴佩传球的人叫登贝莱。而且皇马这个球队他打反击，文修斯在皇马是有空间冲刺的，但是巴黎踢的是传控高位，姆巴佩本身在禁区里就要面对3到5人铲抢啊，这个情况就差不多了啊！而且维尼修斯看的中锋，他会拉到边上去，但是姆巴佩很少拉到边上去。下一个啊 ，OZ 送的3电池，齐哥求祝福，我过体检成功入职，要是能上岸就上舰长。好，体检应该是体检，我觉得这个就算上岸了吧。啊，恭喜你啊，恭喜你，也祝福你过体检成功入职啊！感谢啊，感谢兄弟啊，感谢兄弟啊！我们这沾沾喜气啊，感谢点5个赞，兄弟们，我来点5个赞啊，沾沾喜气，好吧？啊，下一个啊，你们样的好美送3电池，其我新球迷，为什么我魔每年投入这么多，成绩却这么差？啥时候我魔能重新夺冠啊？明年曼城不行了，明年。明年曼城不行了，啊，明年曼城不行了啊！你阿森纳争冠，曼联赢，好吧？啊，你忘了很美啊！你不就是你明年曼城就不行了，好吧？啊，就告诉你明年你好好看吧，下个赛季啊，我就这个赛季就已经投降了，我跟切尔西球迷说好了，马上可以投降了，还差10天可以杠 FF 了，对吧？准备好杠 FF 了吗，兄弟们？啊，可以投降了，马上15分钟了，下把再战，好吧？这次没发挥好，下把再战啊！明年曼联，下一个啊，曼城凭啥不行啊？因为他是曼城球迷，懂吗？送这个电车的人叫你微笑一样的好美，他是乘数，所以我说曼联不行了，明白吧？没有针对其他曼城球迷，就针对是你微笑的好美，就针对你啊。下一个啊 ，TV 之秋送3电池啊 ，TV 之秋送3电池。奔马金球那年有张图我偷偷保存了。巴尔和贝马都死死盯着那个金球，虽然难，但巴尔加油！贝马金球那球有张图我偷偷保存了。巴尔和贝马都死死盯着那个金球，虽然难，但巴尔加油！如果乌拉圭夺冠的话，大概率我觉得乌拉圭美洲杯一冷门，欧冠是皇马，巴尔韦德有机会的，加油吧！巴尔韦德这种世界顶级公平型球员，如果能拿一个欧洲金球奖，也算是对这种默默奉献型的一种鼓励吧，是吧？巴尔韦德就属于这种顶级工兵，对吧？超级边角料。就是一个球队的是超级绿叶啊，这种球员如果说能拿一个金球奖，也算是对这种默默无闻奉献型的啊一种最大的鼓励吧。啊，下一个就是美洲杯嘛，美洲杯拿冠军，欧冠美洲杯拿冠军，美洲杯乌拉圭冠军，皇马欧冠冠军，然后呢这个英格兰，然后呢比利时还不行，欧洲杯得一冷门，是吧？比利时如果拿冠军的话。感觉是比利时如果拿冠军的话，感觉是这个德布劳内，啊，如果是德国也拿冠军，可能有点机会啊。下一个，潘长城，下一个啊，拜仁神锋劳奇送给你呢。齐，你和网友单挑的时候，我能在场边观看吗？可以啊，我到时候给你开直播啊，我跟他1对1的时候啊，如果说有机会啊，我跟这个我们这兄弟们对1对1的时候啊，我给你开直播啊，来播校园行啊。下一个啊，我还是想好，罗马能打赢勒沃库森吗？罗马能打赢勒沃库森吗？
打不赢。罗马，你走到现在都是穆里尼奥冥冥之中，不是冥冥之中，什么冥冥之中？罗马走到现在都是穆里尼奥走之前留下的遗产，知道吗？你能过米兰那关，都是米兰皮奥利啊，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属于是背信弃义啊，背叛了穆里尼奥啊。但是你现如今面对勒沃库森的阿隆索不是这样的，因为去年穆里尼奥带罗马赢了阿隆索，没问题吧？去年穆里尼奥带穆里尼奥战胜阿隆索，完全战术压制，2回合战胜勒沃库森。但是今年你如果赢不了的话，是不是证明穆里尼奥比你强？啊，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下一个啊，01232，如果22年黄潜教练是木鸟，能不能复刻波尔图？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别亚雷尔教练给这个穆里尼奥啊，穆里尼奥当年复刻波尔图有机会的，穆里尼奥杯赛都有奇迹的，相信穆里尼奥，相信啊，相信。KY 如何评价姆总欧冠创造得分机会第一，助攻为0？这么离谱吗？队友替代好了是这样的啊，队友替代好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吗？我去，这巴黎圣日耳曼这帮人是人啊，这不纯畜吗？还不如我呢，我感觉姆巴佩给我传2个球，我感觉我能进的。哎，要不然巴黎把我签了吧，好吧，我给姆巴佩端拎鞋，好吧啊，我给姆巴佩拎鞋啊，这样的嘛，我去啊，这他妈这个水平啊，哎。92年的马多图在面前啊，我打门入网，门将掉小珍珠了，说告诉我打门不能抽射，只能推射，我是应该把球这个拿出来重新打一次，还是安慰他这么打门只要进了，那么你就得认呢？这约定好了，一般情况下我们踢野球的时候，如果说你约定好了射门不能抽射的话，就不要抽射了，推射就行了，因为很多时候守门都是客串的。你上来一个正小背给人蒙晕了，我是不是手边客串的，那打到手上那不得疼吗？瞎搞！哎，推射说约定好，人要有契约精神。你讲了，比如说那谁给我约定好了，我1个月给我发3万块钱工资，结果1分钱不给，那就没契约精神，那是错误的。说好是要干，你不能讲我没钱了，我破产了，我就不给钱。哎呦，我穷，那你这就像话吗？签了合同就得执行啊，说过的话就得做。还有一堆人跟着洗，33941啊，送的300电池。其什么时候跟我们家熊道歉啊？最近表现怎么样？评价一下。那又是你们家熊了。哎，我跟你讲啊，你一说熊，我给你看看啊，给你看个事儿啊。看个事儿，我昨天这个小黄呀，还不是小黄，那个谁啊，他给我讲，他说。这个他刷那个小博时候刷到的啊，你看啊，别急啊，关于皇马球迷啊，别急，你看啊，这个发了一个小，我再速报一下啊，今天王楚奇直播间非常罕见的夸了小熊。众所周知，王楚奇在皇马和巴狗这2个球队里，他更喜欢巴狗。虽然他一直说自己是曼联球迷，但是他比较好感的球队 CD 和巴狗。所以他一直对于皇马是我不喜欢，但他很牛叉，我不得不承认，如果他哪天垮台了，我很高兴的心态，真假的有这个心态吗？啊，我有这个心态吗，兄弟们？我有这个心态吗？啊，我有这个心态吗？就是你倒台了，我这个很高兴，我有这个心态吗？啊，有吗？啊，有吗？我支持一切说比曼联强的都倒台啊！下一个啊，他个人非常对小熊有偏见，多次评价他。性格不行，踢球太毒，未来上限不高。结果他今天罕见的夸了小熊，说他能兵能中，今天踢中锋也踢得很好，中锋也练出来了，那以后技能就更多了，个人能力就更强了，未来可以合规无限换位。啊，有吗？啊，我罕见的夸他，我没人讲，我在我的这个身价排名里，我给维尼修斯排的是第3呀，第4呀，除了哈兰德、姆巴佩、贝林厄姆，我就觉得维尼修斯身价最高。哎，怎么还弄我身上去了呢？瞎讲。
啊，瞎讲啊！我就觉得维尼修斯是很可爱的球员啊。那么你们其他人有人讲说维尼修斯长得丑，我都是义正言辞的告诉你们反驳的。我觉得维尼修斯很可爱。哎，这种情况之下，竟然都弄我身上吗？哦，你说的对哦，但是我的熊是格瓦迪奥尔，能不能把话？你浪费我感情是这个意思吧？你是不是骗我爱的谁？你无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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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无敌了啊！你无敌了！啊，格瓦迪尔最近还行啊，格瓦迪尔最近在曼城表现还可以，但是你联赛到现在的话，他1个亿啊！你看你对安东尼什么期待？对格瓦迪尔什么期待呢？格瓦迪尔在边后卫最近进步倒挺快的，右脚有射门，左脚有打门，蛮好的。也有传中了啊，但是作为边后卫我还是不看好，我还是希望他能打中后卫或者打边中卫或者打中后腰。边后卫他毕竟速度上差一些，但是最近表现还可以。我说的是维尼修斯1.5亿，你买吗？我当时那个身价排行榜这么排的，我说维尼修斯应该跟贝林厄姆价格差不多，都是1.3亿。第一姆巴佩1.8亿，第二哈兰德1.5亿，第三贝林厄姆1.3亿，跟维尼修斯差不多。回去再重新回顾一下，然后剩下的都是1.1亿啊，因为在我心中维尼修斯跟贝林厄姆身价应该差不多，都是全世界第3人。这是我的原话呀，那节目还在那摆着呢，啊。你们要的话，每次都买点吃。我相信那个兄弟球技很好，有花活，一定能把你踢嗨了。等你们踢完，估计以后再也不想和球友切磋了，女球友切磋了，人家是男的，瞎讲。我的这个踢野球吧，我1对1呢，应该还可以，但是我现在防守不行，兄弟们。我跟你们实话实说，我现在因为身体太细啊，体能不行，导致我现在呢进攻还可以。你说来2个过人，打2脚门，传2个球没毛病。防守跟以往相比啊，差距很大，身体跟不上。啊！我这跑2步浑身血栓，我去，浑身血栓。现在不怎么踢野球了，很少出去，没时间。啊，下一个FUL 送3点吃，奇哥用腻子，我现在真的太瘦了吧？啊，你看我现在太瘦了啊！你看太瘦了吧？哎，我这都跟那纸似的，我感觉现在真是太瘦了。我也没有肚子。啊，下一个FU 送3点，七哥用逆足踢球和逆手写字吃饭哪个难？足球运动员左右脚能力差距大吗？五脚好出吗？逆足踢球比逆手吃饭和写字要简单一些吧？反正我这么觉得啊。反正我左手写字写不了字的，我可以试试啊。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没试过，试一下啊。试一下啊。拿左手写个字，好吧？写个什么字呢？写个名字好吧？我试试，我还真没用左手写过字，我试试啊。不行，写不了，我名字都写不了。你看我这名字写的啊，名字我都写不了。左手写字感觉比左脚踢球难。那这个东西呢，可能跟很多这个球，就是很多这个人的这个脑子发育是有关的啊。反正我觉得左脚踢球也蛮难的啊。我个人是理解呢，如果说你右脚踢得非常好，不用练左脚，你像我一样就是的，反正我不用练左脚的，因为哥们儿我右脚你就防不住我干嘛练左脚呢？我要再练左脚不欺负你吗？我一只脚都够强的了，我干嘛要练另外一只脚呢？是不是？但如果说你的2只脚不是很均衡啊，你右脚能力不是特别强，那你可以练左脚。比如说你中场也分位置，你中场的话必须得把左脚练出来，要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做到2只脚均衡的话，你很难传球啊。但是你前场的话就没必要了啊。左右脚真是可以，左右脚的话可以一路练出来，但是左手写字很难。左手吃饭蛮简单的呀，左手吃饭蛮简单的呀，这不就拿筷子吗？左手吃饭这有什么难的？你看，比如这两个筷子，对吧？左手吃饭蛮简单的呀，左手吃饭不就这样吗？对吧？左手吃饭，你看我加一个东西，左手吃饭还是蛮简单的啊，左手写字很难。踢球的话还行吧，能利用练出来踢球。下一个，他只能左手抓牌，南瓜懂我吧？南瓜那不，你南瓜说话注意点啊！你没办灯牌，等会儿小心点，你乱开团给你拉黑了啊！
啊，知道吧？所有进直播间的都是效果啊！你小心点啊！你没办灯牌，都别乱说话啊！都给你拉黑了啊！下一个，无头牛怎么看？劳托又干了，被追加2个月。他那2个月，如果说他之后没有再犯错，应该没问题的啊。他那2个月，如果说他就是没有在后边没再犯啊，就不会有问题啊，只会说就是相当于一个警告吧，相当于一个警告啊。所以说这个呢，只能讲，哎，这个托纳利啊，这小伙啊，给我感觉啊，他从球场退役那天，就是他人生完蛋的那天啊，就是他人生完蛋的那天。南瓜，警告一次啊！警告一次啊！小黄警告他一次啊！骂我呆子啊！警告他一次啊！警告一次啊！警告一次啊！下一个啊，93，皇马跟拜仁谁能进决赛？不好讲吧，现在不好说的，现在肯定是皇马优势大一点啊，皇马是主场，对吧？你要现在来看的话，皇马5.5成、6成，拜仁4成，对吧？但是足球比赛不是说你想象中的，就是说谁一定赢，谁一定输啊！足球比赛是这个叫做足球比赛是很多时候你各种情况随着时间流逝在发展，对吧？拜仁可以拖点球，拜仁可以拖点球，2个球队还是都有机会吧？现在啊 ，PSY 送你呢，其实今天出门吃羊肉串了没有？徐州这旅游时间啊，我们吃不上，而且呢，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来我们这儿旅游了嘛，我们把这个更多的位置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他们来旅游的人吃嘛，对吧？我们平时也能吃，干嘛非要这个时候跟他们出去挤啊？挤来挤去呢，好像我们吃一桌，我们这次吃不上，下次还能吃，他们这次吃不上，下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啊。所以讲呢，这个时间段还是留给来旅游的这些兄弟们吧啊。9点8到3点吃。球友跟我吹嘘他守门技术一流，但是现在他的水平我发现真的很一般。现在啊，已经我发现，而且发现他的嘴特别硬，怎么办？守门这个东西，守门员这个位置很容易让别人产生一种误解，就是比如说我在守门啊，我也觉得自己守门很强，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可能会有很多误解，因为守门这个位置很特殊啊，很帅，所以说呢，你弹跳啊，包括这些东西呢都是天生的。很多时候呢，你的这个手型东西呢，就是很多人不太能理解，可能业余吧。咱有机会我打他两门，就让他明白了守门不是这么好练的啊。很多人就觉得守门员好，是因为没被我抽过。我来两个正脚背，马上都懂了啊。下一个 OZZ 总体呢，其阿森纳还有夺冠的可能性吗？有，阿森纳。你现在阿森纳夺冠的可能性只是看曼城，肯定是有机会啊。曼城只要失误一场就曼城平一场，阿森纳就是冠军。如果你全胜的话，但假设你全胜了啊，如果你全胜，曼城后边平一场，你都是冠军，做好自己，静待花开呗。现在这个情况没办法了，只能希望曼城失误。你现在脸色看别人的，谁让你维拉输了呢？你维拉如果不输，你现在就是脸色是你自己身上的。啊，我觉得阿森纳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啊，如果曼城不输球的话，阿森纳应该是梦断老特拉福德。我感觉。就如果说是啊，就是曼城那边不输球的话，啊，可能这边要梦断老特拉福德，啊，真的是这么回事啊？就到曼联那场比赛估计就结束了。9年马老师的名言就是其为什么我的 IC 老是不读原文篡改我的原意？因为你的 IC 我如果读了原文的话，直播间就黑了，对吧？啊，直播间就黑了啊，所以说我只能用我的办法啊来给你用我的办法啊来给你这个叫做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这个修饰，才能够突出。但是大家都懂你意思啊，懂你意思，也不就这个意思吗？啊，你这么正大光明一人，这么正能量一人，不就这个意思吗？下一个啊，你们要的好美3点吃，其小豪工作得扣一扣了，最近都没登录3人组和子子组的账号了，3人组应该是忙啊，3人组子子一直在呀，子子一直在
一直在发弹幕的他在的，每次比赛都在，昨天晚上也在呢，这是。而且我们没有找过托，我得给你讲一遍，我们没找过托，知道吧？所有夸赞主播的都是发自肺腑的，内心之中就这么想的。你们不信我也没辙，对吧？因为主播不是那种不要脸的人，对吧？主播的脸皮很薄，你夸我脸都红的那种，我怎么可能自己给自己找托呢？而且写那么恶心的这个夸赞之词，对吧？虽然主播觉得自己很牛逼，但是绝对不会我脸皮很薄的，主播脸皮很薄的干不出这种事啊，干不出这种事啊。下一个下一个，还有ESC 雄欧冠场均造1球，淘汰赛8球9助，哈兰德碰瓷儿，什么意思啊？没看懂。就你觉得哈兰德没有办法跟维尼修斯碰瓷儿是吗？你不能因为一场比赛你不能因为一个赛季你就否定了哈兰德去年的功绩吧？哈兰德去年我记得淘汰赛是五子登科是吧？对吧？去年还是挺猛的呀，不能因为一场比赛就没办法碰瓷儿，这有点夸张了。但今年维尼修斯进步很大，今年维尼修斯进步幅度蛮大。今年维尼修斯跟哈兰德恰恰相反，维尼修斯应该是增重了，哈兰德应该是减重了。哎，关键在比赛场上还是这个肥一点管用啊，真是这么讲的。你看维尼修斯今年增重之后呢，他有背身了，是吧？你感觉到很明显啊。你看屁股大了，对吧？肚子大了，还有背身了，我觉得拿球还真是更稳定。但是哈兰德今年减重了之后呢，他这个扛人感觉没去年好。所以说，我感觉如果身体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还是就是胖一点好，要有点意思啊。维尼修斯真是的你们没有皇马球迷吗？没觉得吗？维尼修斯增重没感觉吗？没感觉他肥了吗？我没黑他，你真没黑他，你是不是？你看看有没有皇马球迷？是不是确实对没以前快了，速度没有直线冲刺没这么快了，但他真增重了，绝对是增了重的啊，这是增了重的啊。内马尔不是增重，内马尔是肥了，两码事啊。这个增重和肥的不是一码事啊，不是一码事啊。增重是什么啊？增重是我有意的增长肌肉啊，有意的这个增长我的脂肪，增长我的体重。感谢知识飞机送假笑啊，感谢飞机总啊。肥了是你没控制住，吃胖了啊，这是两种概念啊。内马尔那是长胖了啊。下一个呆子齐呆子，齐呆齐，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编这首歌啊。对，齐什么水平的球员算世界级球员？我分档一般都是历史级、世界级，是吧？历史级球员，梅西、C 罗，对吧？世界级球员，我觉得德布劳内，然后这个德布劳内，然后莱万多夫斯基啊，这种类型的啊，这种类型的啊，萨拉赫啊，就是历史级球员呢，你最起码有历史地位啊，对吧？那么你像德布劳内这种在中场有历史地位的，那是他在中场有历史地位，但是你是把整个球员全部混合起来，那他就不算有历史地位了，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说呢，我讲历史级别球员嘛，梅西、C 罗啊，世界级球员呢就是德布劳内是吧？然后萨拉赫就是这种在某一个区间是全世界同样位置上最好的球员但是放眼历史呢就是历史地位呢没这么高大概这个情况对，如果说给莱万补一个金球奖，莱万就是历史级前锋但这个东西没办法，他妈你这个奖我觉得补不了啊，他没投票呀。你说要现在弄个投票，不知道指不定投谁呢？真指不定投谁呢？现在如果说现在我弄个投票是吧？他没投票啊，那年你没投票，是不是下一个11总送你的如何看待蒂奇离队以后有机会回来当教练吗？以后有机会吧，迪亚哥席尔瓦还要再踢一股劲，当教练他得先从助教开始。你看基本上所有的主教练，要不然带2队，要不然从助理教练开始。你像兰帕德那种基本上都很难，
就是你得先从助理教练开始呢，你才能够慢慢的熟悉这个一线队的教练员的日程。因为呢，你在助理教练这个岗位上呢，你的压力小一点，是吧？你比如齐达内，你就助理教练开始的嘛。如果说你直接当主教练的压力太大，你不一定扛得住啊。所以说我觉得加个想法，先回教练组是可以的啊，然后慢慢以后再发展看看吧。我觉得是能回来当教练的啊，特别是青训。巴萨下赛季如果把10号给亚马尔，压力太大，随性而行，就要给亚马尔啊！如果我是巴萨，肯定给亚马尔，不给亚马尔给谁？给法蒂。法蒂在布莱顿连垃圾时间都上不了场了，肯定给亚马尔。亚马尔现在就是巴萨最好的边路球员，比拉菲尼亚还好。如果是我，白送给亚马尔，这有什么压力大不大的？没什么大不大的，一个号码压不垮人啊！高，其凑一套本赛季英超伤病阵容并予以评价。右边后卫概念之子里斯詹姆斯啊，中后卫是吧？这个叫做切尔西消失的人，消失他，迪亚哥席尔瓦啊，再配上这个叫做阿森纳的廷贝尔啊，左边后卫啊，曼联的马拉西亚是吧？啊，中场拉维亚啊，恩昆库，再来一芒宝啊，锋线中锋今年受伤的谁呀？中锋还没什么人，右边锋今年中锋可能若塔吧，今年伤病比较多啊，左边锋来一右边锋还有个利马，利马算了啊，中锋若塔，左右两边锋现在好像没什么啊，马夏尔，对，最近，他妈还有一马夏尔，我想哭，我都把这个全忘了，我都把这个全给忘了啊，马夏尔，若塔今年伤的不少了啊，那你要不要选若塔呢？就马夏尔顶前面，然后呢左边的话，今年伤的比较多的，好像还左右两边今年还少，没什么伤病。内托，右边锋内托，啊，他是英超啊，这种强度就一般呗。这中场拉维亚、芒特什么玩意儿？恩昆库呢，现在有点废了，我去。哎呦，恩昆库这个球员可惜了。我看他回来之后踢球啊，我感觉他明显迟缓了，得有2个等级。恩昆库，真的有没有我车球迷？恩昆库有没有最起码？我觉得最起码迟缓2个等级。之前恩昆库很快啊，还有格拉利什是吧？恩昆库好慢，你感觉不知道下个赛季能不能好一点？这个圈可惜了啊，切尔西今晚有机会吧？下一个，玉龙在天，龙之贵族送你呢，我去，请能谈一下今年格里兹曼和他未来发展吗？今年的格里兹曼的表现是他近些年最好的一年。今年已经达到他巅峰年的水平了啊，算是世界上最好的10号之一，有一讲一是这样。但是呢，他未来的发展就到此了。格里兹曼如果今年呢，马竞如果能进个欧冠决赛，他还有机会竞争金球奖。他现在马竞没进决赛，他没机会了。格里兹曼已经到此了，就生涯顶峰到这儿了。今年法国队如果夺冠，格里兹曼能再往前走一走，但是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格里兹曼可能还有一届世界杯吧。啊，但马竞主要是现在如今在转型阵痛期，他表现再好，马竞就整体防守一般，他也没用。也没用，今年表现是相当好的，而他历史以来表现最好的，啊。今晚不要这么做3面池，其南瓜这么好的女孩怎么能被你追到啊？好兄弟们什么时候能碰到南瓜这样的女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女人不是追来的，是你吸引来的，知道吧？就是你如果说，就是你那个，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那个小仙女就和小仙男们都好说一句话叫做“你若清香啊，你若什么？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对吧？啊，你这个没有必要就是过度的去追求什么东西的啊，因为有恋爱就谈，没恋爱拉倒，对吧？啊，男人你要做到不能没有女人活不了，女人做到不能没有男人活不了，互相之间是有督促作用，自然而然就碰到更好的了，对吗？而且你要相信，永远相信眼下是最好的啊！你要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那外边的好得多了。下一个啊，超级探照灯现役能排前历史前50的球员有哪些？啊，没装啊！哎，我问你们兄弟们，我很 low 吗？对吧？那我如果不是很 low 的情况下，那我为什么不能花香呢？对不对？下一个啊，现役能排名历史前50的球员有哪些 ？low 好，小黄刷 low 的都记生死簿，警告一次。啊，刷楼都给我记住啊！拿你的本子给我记，都是我检查啊！小黄记住啊，检查啊！我看他所有刷楼的，我都给他这个记一笔啊，记都检查你有没有记完啊？
现役能排进历史前50的球员哪些？历史前50太多了哇，这怎么跟你讲呢？就是10名开外就开始有争议了，就是10名到20名就没有这么定性了，因为你的这个历史地位这个东西呢，在足球里边具象化的标准就是金球奖，但金球奖就那么几个人啊，包括这个世界杯、欧冠，对吧？你历史前10有的奖，前50那就太多了啊，那你这些球员的争议太大，对吧？前50你得排到100个啊，你都排前10呢，反正我觉得啊，我排前10，我当年排过一个历史地位，但是后来就不想玩这个东西了。我感觉呢，三流媒体聊历史地位，当我自己感觉自己升级的时候呢，我就不怎么聊这玩意儿了，无非就是贝肯鲍尔、克鲁伊夫，是吧？迪斯蒂法诺，然后这个贝马梅、C 罗，然后这个叫做齐达内，是吧？然后可能还有罗纳尔多，无非就这么几个人嘛，啊，无非就这么几个人嘛。哦，现役历史前50更不可能，现役历史前50也就是梅西、C 罗。梅西 C 罗肯稳进，然后呢，可能这个，现役历史前梅西 C 罗稳进啊，你看莫德里奇可能也能进前50，莫德里能进前50，后剩下的都是伊涅斯塔可能有机会吧，剩下可能都难度挺大姆巴佩太小了，姆巴佩现役的话，姆巴佩得再等，姆巴佩我觉得退役应该是没问题，现在才多大？下一个伊利宪冲评价一下我是不是比佐助帅？萨斯盖，佐助年轻时候帅啊，长大以后佐助就是一点都不帅哈，佐助一点都不帅。我觉得那个火影忍者里边最帅的是宁次，没有之一，真的，宁次的招也帅是吧？八卦回天掌是吧？也帅，最帅是宁次比佐助帅。佐助呢中二味太重了啊，真的啊，就是特别他小时候还行，长大之后啊那鸟翅膀，反正我看啊，诺伊尔前50啊，反正我看他是比较难，但是首面一般不参与球员对比啊，球员对比，我是觉得，然后呢，宇智波鼬最帅啊，宇智波鼬真的，宁次佐助在宇智波鼬面前就如同17岁的青涩少年，在23岁、24岁是年少多金的，还有成熟男人味道的男人面前那个味道一样的啊，宇智波鼬。宇智波鼬绝对是最帅的。反正我当年看这个动漫的时候，我就喜欢这宇智波鼬啊。虽然他的性格很变态啊，宇智波鼬，波波水门还行吧，波波水门还行，还行。但是我当年我看这个火影忍者，还同时看神奇宝贝，我特别喜欢杰尼龟和妙蛙种子，我觉得那哥俩挺好的啊。杰尼龟、妙蛙种子啊，卡卡西也挺帅的，我就喜欢我觉得宇智波鼬挺帅。好，兄弟们，今天我们播2个多小时啊，晚上切尔西跟热刺见吧。咱今天到此为止了啊！今天晚上我解说切尔西热刺啊，我等会儿出去遛狗啊。对，我今天正好有稍微闲暇一点，等出去遛狗，兄弟们啊，拜拜，兄弟们，拜拜，晚上见。